雪深，眼底流绿四月天。许我在少年，白云苍狗瞬息间，光阴如水，人如帆。许我在少年，那英壮志抽当还，独倚高楼唱歌叹。许我在少年，门前流水行云烟，心起狂澜过千帆。许我在山，祝我幸福，祝你开心。新年到，新年好，又是一年春来早。你对着一句安好，我把红包准备好。Hello， 大家晚上好，过年好，各位。好久不见，各位还好？一口汤圆我睡觉，又是团圆的味道。恭喜恭喜你呀！我这香这香有礼难礼多，谁也不算见外合照，就笑他的开怀。恭喜恭喜你！过年好呀，各位，过年好。没有烦恼打扰你呢，快乐一直与您同在，好运回来。这一句恭喜恭喜，一定会如意如意。哦，也是说我爱着你。那一句同喜同喜，感谢我有你有你。有朋友说老大又变帅了，怎么可能？一般过年都会变胖，很难变帅啊。因为过年的时候美容院这一块都不开。在一起是最值得欢喜的主题。人家美容院也得休息啊，也得好好的放假，给员工休息休息。有朋友怪不得白了，白胖的是吗？福要到，福来了，慢慢福气情节好。从我老家的门口贴到拆的长街上，别嫌多别嫌吵，拿开手机关电脑，今晚熬一个通宵，明天赶紧看热闹。恭喜恭喜你呀！我这香这香有礼难礼多，谁也不算见外合照，就笑他的开怀。恭喜恭喜你呀！没有烦恼打扰你呢，快乐一直与您同在，好运回来。说一句恭喜恭喜，一定会如意如意。我也是说我爱着你。每一句恭喜恭喜，感谢我有你有你。哦，在一起是最值得欢喜的题。祝我幸福，祝你开心。我老大就知道你会来，这有什么就知道我会来的？别在那儿跟算卦的似的啊！什么叫就知道我会来？我这么容易被你猜中吗？下次就跟我玩，你看你这孩子不懂事儿，你看这孩子不懂事儿。跟你说，以后就是我跟你说这些话，以后在你工作当中，包括生活当中都有用。哪怕你猜到我会来了，你也要表现得很惊喜，不要在那儿你什么都知道，你什么都懂，你什么都明白啊，这样很令人就是无语。你一定要有那种什么呢？就是哇，我没想到那个宁哥直播了，哇，太开心！你要有这种，我直播就觉得啊。怎么样？给到惊喜了，朋友们！哎，给到惊喜了！哎，我就觉得这个直播都很有力量。你别上来，哎，我就知道你会直播，你啥不知道？双色球彩票答案是什么？你知不知道？你知道吗？你来句，我就知道我能中奖，那你告诉我是啥？
说一句恭喜恭喜，一定会如意如意。哦，也是说我爱着你，你一句东西东西，感谢我有你有你。有朋友这鼻梁咋了？就是那个刚才朋友们不说嘛，过年就是变帅了，就是我就有点就帅到被人打。大过年被人来了一拳盖眼眶上了，帅到被人打，是不是？所以就是很惨吧。一定会如意如意，哦，也是说我爱着你，每一句东西东西，感谢我有你有你，哦，在一起是最值得欢喜的主题。说一句恭喜恭喜，一定会如意如意，哦，也是说我爱着你，每一句东西东西，感谢我有你有你，哦，在一起是最值得欢喜的主题。今天就是直播嘛，有朋友说初五是什么迎财神是吧？行了，那也希望今天所有看我直播的朋友，在这个2026年都能发大财，好不好？啊，发财发财！有朋友老大看清者无声了吗？嗯，还没去啊，没，这不是本来打算今天去看《惊蛰无声》啊，本来说今天说看个电影，过年期间支持一下这个电影票房啥的，那选个电影看，那一定是得看《惊蛰无声》啊，对吧？一定得看呐，是吧？结果后来想想，就是在看电影和直播当中，我觉得直播就是可能是当下必须要做的啊。对，我看好多朋友在这个过年期间去看这部电影了，然后，就是电影结束之后，然后也不舍得走，然后一直在那儿就是听这个歌，把这个歌听完才走啊，就还我看到好多朋友我还挺感动的啊。有朋友说刘宇宁你干嘛呢？我那个啥打篮球呢，我打篮球呢，你有事吗？你是没话了吗？你是没话说了吗？刘宇宁，你干嘛呢？我打篮球呢，我包宿呢，怎么事呢？是你误会的逆心，不用谁看见你眼底的心，以孤勇之名前行，未说的约定藏进衣领。你的名字消失风中故事，写在蔚蓝的天空。时光就万丈，是风就浩荡，是刚就铿锵，是剑就锋芒，是山就高昂，是路就万丈。有朋友说那个忠诚这首歌前面那个哼是你哼的吗？不是我哼的，是我们家戴米哼的。是赢就翱翔，是美就傲霜，是信念就屹立不晃，是少年就破风浪，是承诺就刻在心上，是人生就活出模样，不求被所有目光传送，只愿山河无恙。对，所以过年期间没事可以去看看这部非常棒的电影啊，《惊蛰无声》，然后大家也多支持一下啊。也可以去在电影院里听一下这个
5.1声道版本的这首歌啊。写在蔚蓝的天空。是剑者风暴，是沙者傲傲，是路者顽强，是兵者翱翔，是美者是信念就屹立不晃。有朋友手机都快没电了，然后还在看我直播，你赶紧去那个充个电呢啊，扫个充电宝去，要不充上电去啊。什么叫5.1声道？应该电影院应该都是7.1声道吧？我不知道啊，没有去具体了解过，反正就是5.1声道，就是5.1声道就是什么呢？就怎么形容呢？就是你坐在电影院里，你会发现有些声音是从身后传，就很简单的一个形容，就是你坐在电影院里去看电影，你会发现有一些声音是从你身后传过来的。然后呢，比如说你这个角色在电影里身后有人说话，你就会感受到你坐在电影院当中，你也是身后有人在说话，就他那个喇叭是在身后场啊，立体环绕声，对，立体环绕就5.1声场嘛，啊。少年就干破风浪，是承诺就刻在心上，是人生就活出模样，不求被所有目光。有朋友说，宁哥为什么你只露一个你总是只露一个侧脸？那个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天生就是那种斜视。你看我现在就是那个什么，就是这个没有看那个镜头，但其实现在此时此刻我是看着镜头跟你说话的。啊，如果我真的正脸给你的话，我看不清屏幕，我有一点缺陷，别笑话我啊。传送，只愿山河无恙如初衷，你的名字像是风中故事，写在蔚蓝的天空。有朋友说有没有一起飞新西兰的？你要组团去暗算我啊？你是打算暗算我吗？自己感觉就是势单力薄的，你再找几个帮手。现在就是这个。我看到有朋友刚才也说了啊，包括网上也有朋友说宁哥啊，你看宁哥这个人执行力就是强。他说这个今年说要这个精进自己的唱功，你看他最近录的歌这个质感就不一样了。我看完之后我一脸懵啊，其实我没进步啊，也一直就这样啊。这么大岁数了，有质的飞跃是不可能的了啊，可能就是稍微精细了一些，但是就是朋友们就是捧。汗水替代泪水的重量，用伤口遮住枪口的声响。有朋友说老大收了多少压岁钱啊？我朋友是这样的，我收了，我还真的收了点压岁钱，但很少，不是，就是收到压岁钱了。但基本我是回去给朋友给那个我的那些小辈儿啊，
那些给他们发压岁钱去，我属于发的那种的啊。有朋友说，那你发了多少压岁钱啊？怎么你要给我报了？这块我发票给你，或者转账记录发给你，你是能给我报销还是怎么事儿？什么都想打听，跟你有1毛钱关系吗？没有天生不屈的倔强，只因总有人赶在前方挡下风浪。什么都想打听当每一次不平凡变得习以为常，只为将肩上许我在少年逃离春风迎。有朋友说还加 AI 生成吗？我刚才一上线，这有那个符号，就是这个，有这个。后来我就想要不删掉吧。疑似 AI 生成的帅哥，请认真鉴别。就因为啥呢？因为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发现个问题，回头那个什么，有很多朋友拿我的这个直播里的这些照片啊，或者是截图啊，或者是视频啊，然后发到网上，结果人家那些软件真识别是 AI， 识别 AI 就会产生一个就是所谓的限流。它限制我流量的话，就导致我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影响力会下降，所以就尽量把这个拆掉。眼底流绿四月天，许我在少年白云苍狗瞬息间，光阴如水人如发。有朋友说你包宿了吗？没包啊，哪有时间包宿啊？那天说包宿也是什么呢？也是那个小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没干这行的时候啊。许我在少年，那因壮志抽当还，独倚高楼。我看到那个啥，因为那天不是那个央视新闻完事儿，春晚完事儿不有个直播嘛，然后主持人那个就问说那个过完年干嘛，我就说去跟小伙伴去网吧包宿。我看挺多人看的挺乐呵的因为确实就是实时情况就是去网吧包宿了。但我又看到一帮朋友们觉得我好像不应该这么发言，觉得我上不了大台面儿。觉得我说的这个回答的这个问题不够的，说白了不够央视，不够正能量，不够这个上不了这种大雅之堂。怎么说呢？我觉得，就很多人形容说，你看看刘宇宁啊，到什么地方都不知道说什么话。你到这个地方你能这么说话吗？我想说啊，就是你口中的那种回答的那种标准答案，我如果说标准答案的话，我会比那些你认为说的很棒的艺人，我相信我不能说比他们说的好，但我一定能做到。我一定能做到，因为因为很正常。比如主持人老师说，哎，那个春节的时候，宇宁你们都干嘛呀？大年30晚上当然是跟家人有人一起包饺子，然后在这个过年的那一天呢，跟大家一块儿
就是跟家人一块包饺子，有一个团圆的一个东西。而且过年的时候，我为什么包饺子呢？其实我之前也不知道，但我长大以后知道了。因为饺子，为什么我们东北喜欢吃饺子？因为饺子那个形状特别像元宝，包完之后像一个元宝，就寓意说新年能够有更多的财富、发财也好，有一个好的寓意。比如像里边的馅儿，比如说一般我们东北是什么呢？吃那种韭菜鸡蛋的。为什么用韭菜呢？就是韭菜有一个韭财的一个寓意。就是那种每年，其实我不太爱吃韭菜馅儿的，但是每年为了过年的一个顺心，所以我们家每年都包韭菜馅儿。但是那个记忆在我童年非常的深刻，对，也蛮有意思的，很有年味儿。怎么样？我不仅是标准答案，而且能延伸说很多，我可以说的很生动。但我不想说包饺子，我想说包宿。也没有了，因为当下我太知道怎么回答这些问题了，但是我不想那么回答，因为没有意义，那不是我的本能。唱歌弹。哎，如果我再延伸，我说小的时候我们家里人家里在饺子放硬币，然后放那种1块钱、5毛钱，然后吃到之后就会觉得很开心，然后没吃到就想要再多吃几个，所以可能小的时候家长也是用这种方式骗小朋友说多吃点饭，多吃点饺子，然后新的一年这个身体好，顺顺利利。我回答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按正常的回答，会说的很好的，没问题的，都小事儿。但是如果都一样的话，我跟那些艺人都就是我不是，sorry，对不起。我如果按照这种所谓的标准答案去回答，真的没有任何的，那就不是我了。许我在少年，门前流水行云年。兴起狂澜过千帆，许我在少年，星斗罗尊月半弯，怒马十九。当然也跟各位分享啊，就是有可能我的一些，比如说采访什么的，是我刻意那么说的。为什么呢？就是我跟各位分享啊，就是以后你在工作环境当中，或者学习环境当中，或者未来的发展当中，你要记住一句话：你做不到那个十全十美，但你一定得做那个独一无二，你才有机会出人头地。任何地方都一样，如果你做的所有的事儿都跟别人一样的话，或者所有的东西想法都跟别人一样的话，你很难出头。所以你一定要做那个你身边所有人工作当中也好，学习当中那个独一无二。你要有你身上跟别人不一样的特质和想法和做法，你才有可能跳出来。是这样的，所以也希望各位就是分享给各位啊，就是这是我的一个生存之道啊，我一定得做那个独一无二啊，算就是尽量做独一无二。许我在少年，真个翠剑起手寒，心似热血昆仑关。许我在少年，云路茫茫难飞燕，前程漫漫看百川。脖子咋回事？没咋回事。起个痘啊？不知道。将枪砍破万重关。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脖子上起个痘，然后那个直播的时候，我说是什么东西，脏了吧唧的，我就在那抠出血了，抠出血了。许我在少年，逃离春风迎雪山，眼底流绿
四月天，许我在少年，白云苍狗瞬息间，光阴如水，人如帆。你沉默的背影，是你无悔的逆行。有朋友问说康乃馨是什么时候？你这人啊，真的是，你应该问演唱会什么时候。你的表达就是对我音乐那种喜爱，就是想听到我现场表演的那种喜爱，让我就是心潮澎湃。但你问我康乃馨什么时候，你就属于那种就是有一点就是，我这人很矫情，我这人特别矫情，特别小心眼儿，朋友们。我就这种，你看我直播，你们也能知道，我看似我是一个大老爷们儿，但是就是一个小家子气，非常小心眼儿的一个人。哎，非常敏感，矫情。不用谁看见你，你要这种的，你不能就是我不喜欢就是那种，比如说，哎，那个康乃馨什么时候？我就有种什么感觉，我马上那个从小那种叛逆心理就上来了，那个叛逆人格直接就浮上来了，就是我就脑袋说一句，我该你的。我可以给你康乃馨，那是我给你的惊喜，我给你的惊喜。当然你喜不喜欢是你的事儿，但是那是我给予你的惊喜，但我不是该你的。你的心以孤勇之名，也不反骨，也不是了，开玩笑。天心未说的月。有朋友说今天是美颜开大了吗？好嫩。因为许我你得许我再少年一下吧，对不对？啊，你得许吧。擦尽衣领，你的名字消失风中故事，写在蔚蓝的天空。有朋友说医美了没有？医美，过年休息医什么美？我倒想去弄个，倒想去打个，倒想整个热玛吉什么玩意儿，做个皮肤清洁，然后我马上我出门我要录综艺去了，帅气登场。一打电话人家休息，你也让人过个年好不好？时光就万丈，是风就浩荡，是刚就铿锵，是剑就锋芒，是山。有朋友录制前去做一个，来不及了，马上开始录制了，我马上出发了啊，马上就出发了，就是来不及了。就高昂，是路就万丈，是鹰就翱翔，是美就傲霜，是信念就一。有朋友竖屏有点不习惯啊，你看你就是很多天没看我直播了，你好意思啊？你好意思吗你？好几天没看我直播了，然后上来就挑毛病，哎不习惯。不慌，是少年就干破风。有朋友说超声炮打折，你是美容院上我这来干推销来了？你上我直播间来搞团购啊？我说朋友们啊，那个我们美容院今年那个超声炮打折啊，过年期间打折超声炮啊，你是来上我这干销售来了？
曹松炮那个我来不了哦，太疼了。浪是承诺就刻在心上，是人生就活出梦传送，只愿山河无恙如初衷。有朋友说开推4是原班人马吗？名字像是风中故事，写在蔚蓝的天。感觉胸口中了一箭。是不是原班人马，我就不说了。因为这个，首先所有的内容我不会去透露任何的关于录制相关的东西。但是我想说，如果你喜欢，就是这个综艺，就是任何综艺都一样，任何综艺都一样，我们是尊贵的观众，包括我自己，我也是观众。我喜欢这个节目我就看，我不喜欢我就不看，就这么简单。啊，他的这个一切跟我都没有太大关系。我喜欢就看一看，不喜欢就不看。啊，我们是顾客，我们是消费者，我们办了这个平台的会员也好，拿着电视机的这个平台的这个会员什么也好，别人搞得我们很卑微去关注这些东西啊。是路就安详，是地就翱翔，是美就翱翔。是信念就屹立不晃，是少年就敢破风浪，是承诺就刻在心上，是人生就活出模样。不求被所有梦。有朋友竖屏，就是竖屏。有朋友说，不习惯竖屏，是因为他有的时候看我直播，很多朋友啊，他就是说白了，家庭条件好。家里使用智能电视，而且他对这个手机电子产品软件应用这一块特别的娴熟，可以什么呢？他就可以用手机投屏在电视上看，就家条件比较好，对，投屏看嘛，然后显得就是那种把我的直播也看出电影的感觉了。他得点点我这个脸上有几个痦子啊，是吧？所以就是。光传送，只愿山河无恙如初衷。你的名字像是风中故事，写在蔚蓝的天空。开个横屏呗，投屏我就不了，因为我不能，我是这样的，我是要更多的人遵从更多的人的一个感受嘛。很多朋友因为都是手机观看嘛，手机其实竖屏看的是最舒服的，包括它握持啊，对吧？握持啊，包括整个的一个视听感受，竖屏会更好一些。所以咱就以大多数人为基准吧，好不好？当然你这个也能投屏，只是说投屏之后左右两边有那个黑屏嘛。投屏看的还是少数，对吧？所以咱们就将就一下，好不好？凑合看一下，拜托了啊。你的名字，有朋友说本来想学习，你直播了。本来想学习，我直播了。你这种人最恨人，我告诉你。刚才有朋友说，你说啥都有啊，说哎呀，我本来在 KTV， 我跟朋友唱歌了，然后你直播了啊，这都无所谓。还有朋友说，哎，你耽误我看那个书卷一梦了，这都有无所谓啊。
你直接给我帽子给我道德就是道德准绳给我勒脖上了，你当我学习了？可能你真的是你，如果真把这事儿当真了，以后你考不上清华，你就说来2026年2月11日刘宇宁直播，当我学习了，我没考上清华，没上北大。你说一年365天，我给你365个祝福，你不是一年365天你都不学习，你都去上网吧包宿，你都在那儿就是上网刷视频啊，然后回头大年初4，你跟我说你要学习啊，你跟我说你要学习，你在大年初4你突然变成好学生了。初5今天啊？哦，不好意思，初5。因为我是在初4的时候录的，然后我初5一播，然后所以刚才这个录播的时候，当时是一定是初4嘛，昨天录的啊，今天初5，不好意思。把江湖沉入陈年酒，醉眼望断时而重柔。袖线挑落风雪落宽处，梅花提了旧恩仇。长街绚满褪色灯笼，照见指尖檐下暗涌。马蹄卷起屋檐回首处，残碑刻满了青松。这次鲜花赠我袖。然后音乐原计划什么时候录？太早了吧你啊，刚播完就录啊？基本上综艺是这样的，音乐原去年什么时候录，今年就基本什么时候录，都是这样的啊。一般你们看到的节目，就是去年你记得你去翻翻你的那些观看的记录，去年什么时候录的，今年就什么时候录，基本都是同一个时期去录啊，是这样的，对。纵马踏碎琉璃舟，任他9万里行雄崖尽头。斩断宿命向白昼，天河心入喉间流。抖落星辰作剑愁，一开仙人斩四招刀锋手。明月悬弓射鳌首。有朋友说老大不想上班，谁想上班？这咱们直播间有一个人就是想上班的吗？有一个人就是不行了，我休息休够了，我想上班，我想投入工作当中，有吗？也不能说没有啊，肯定有那种特别上进那种的，都不想上班，不想上学，但没办法，还是得上班啊，对吧？天地同游。有朋友一直问鼻子咋了，没咋，阴影，这是视频的阴影，这样抬头不就没有了吗？这不没了吗？还有啥？一低头这样就有个这个帽子一挡那个阴影，它就显得那地方青好好的，我抬下就没有了。啊，它是光的，我戴帽子就会这样，因为这个鼻梁太高了，山根这一块就是比较的高。然后高的话，侧面打来光之后，直接这个地方就有那种很深的那种阴影，五官太立体了。不好意思啊，让你担心了啊，就是3根。我估计有一些朋友们可能没有，就是看我直播看的少，或者是今天第一次看我直播的朋友，就是他会觉得刘宇宁这人怎么这么的，就是那种自恋。刘宇宁这人怎么
第一有点就刚刚有朋友说直冒傻气，对，有点就是那么傻乎乎的，看平时好像挺精的，但是在直播间里怎么这么自恋啊？我想问一下，有多少朋友是今天第一次看我直播的？你在公屏打一个1，就是你是 first look me 直播啊。还真挺多的，第一次看我直播的是吧？啊、第一次看我直播 ，OK。那第一次看我直播，朋友们，此时此刻，如果你还没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好不好？啊，嗯，看够呢，差不多了吧？路陈年久，岁月望断时而重游。袖间飘落风雪落宽处，梅花提了旧恩仇。长街绚满褪色灯笼，照见指尖檐下暗涌。马蹄卷起孤雁回首处，残碑刻满了行踪。只字铅华赠我手，纵马踏碎琉璃球。任他9万里，星宿压尽头。站得宿命。有会马年第一次看，那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啊！朋友们啊，我觉得很好，咱家很多朋友挺好的。最近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跟大家说点心里话嘛。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因为2025年我发展确实挺好的，咱家来了很多新的朋友，对吧？你们也知道，来了很多新的粉丝也好，新的歌迷影迷也好，咱不叫粉丝，就叫歌迷影迷，显得咱们家就是那种很有格调。有很多歌迷，还有影迷，包括直播迷啊。但是呢，人一多之后呢，他总体的那个数量一上来之后呢，就有很多人是，走了一个就是一个私生饭的一个路线啊。当然也有一些，很早就认识刘宇宁的人，就是非常的私生，非常的就是让我无语啊。那都无所谓啊，那都我不想说了这个意思。但是我想说表达什么呢？就是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我最近很开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如果在网上发了一些我私人行程的，我看很多人留言都说那个不要去那个什么干扰宁哥那个私人行程，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吧。啊，过年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啊！一年这个又直播又上剧又演唱会又综艺的不够你看的。哎，我看到这个就很开心。就是其实所谓作为艺人，你想有点私人行程或者私人空间，这种其实是相对来说挺难的。因为作为粉丝，他也没有义务是尊重你啊，他就在你这儿获得快乐，你这儿快乐，我就在你这儿待，你这不快乐，我追下一个小伙一样啊，是这样的。但是呢，咱家这帮朋友就是那种彼此相劝啊，可能有很多朋友，咱家朋友一个个都跟侦探似的。哎，我差点说那2个词。咱家很多朋友都跟那个侦探似的。然后呢，那天我转发那个微博嘛，转发那个春晚那些微博嘛，然后有朋友发现，哎，宁哥这个 IP 在辽宁啊。他去辽宁能去哪个城市呢？没错，一定去大连，没有开玩笑了，对吧？看完 IP 知道应该都知道我回家了，然后呢，又有朋友在群里说，能不能去接宁哥？我想看他一眼，他回丹东了，我去看他一眼，我想去看他一眼。咱家很多朋友就在说你不要打扰他，好不好？啊，不要打扰他。当然那个朋友也挺好，能不能看他一眼？但我怕我看他一眼又被当成私生怎么办？然后咱家很多劝他说，哎，你别，宁哥就过年回家跟家里人过个年，你们让他清静一下。我觉得这是我觉得作为艺人来说非常难得的啊，非常难得的一件事儿，就是很棒。就是我看到那一刻，我觉得心里说不上来，我就觉得很感动，我当时都哭了都，当时直接流眼泪了都已经，很感动啊。
很感，真的是心里暖暖的啊，心里暖暖的。虽然那天都没穿秋衣秋裤，都觉得身体暖暖的。天和星入后渐流，抖落星辰作剑愁。一开千人山色找到丰收，明月悬宫。不开玩笑，虽然我有的时候用一些很幽默的所谓幽默的方式、调侃的方式去说这些事儿，但是其实真的挺感动的啊，就是很开心。起码因为我就很希望各位尊重我啊，就是那种如果你尊重我，我一定给你10分的回报。但只要我受到一点不尊重，你啥也不是。当然我也啥也不是啊。天地同游。对，所以过年回了趟家，也挺开心的。然后跟家里人吃饭啊，然后跟以前的小伙伴们聚聚会，哦，就是那种特别简单、特别纯粹的那种的。然后就回去待了几天，哎，很放松，很放松，就是觉得好像，也不是说充满电了吧，就觉得内心觉得好像工作了这么多年，挺有意义的。就那种感觉啊，倒不是说，哎呀，明星回去了，大家追捧我，我不需要这个东西，我只是觉得我回去那一切都是很真诚啊，依旧是很真诚，我也真诚的对待所有的一切，就是很好啊，很开心，其实啊。天地同游。然后呢，这不回家了吗？回家了，然后那个就是你们记不记我跟你们讲过，说有一年我回家过年，有一家回家过年，然后去那个去那个庙里嘛，然后下来之后去了一个道观，那个就是给我变魔术那个道长，问我家住几楼那个，你们还记得吗？啊，问我家住几楼，然后一个小本儿，我当然给你们揭秘了嘛。然后这就是他，但是他当时说了一句话，说那个他看我面相，他说小伙你还有60年大运，对，就是那个说我有60年大运那个道长，那个道长很厉害，看得很准。虽然他给我变了个魔术，但是他对写数字那个啊，但是然后这次我回去我又去那个庙里去早上去拜一下啊，然后就下来了，因为那个道观还在那儿，但是好像装修这块就是变得更大了。当时我也想说，当时我跟我助理啊，还有我妈，我们一块去的，然后我说再去那个道观看看，看看这个道长这一次还能跟我说什么。他如果跟我说小伙你还有60年大运，我就会很开心的工作1年。于是呢，就是那天他那个很近嘛，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那天是大年初二吧，大年初二我去了，没开门啊，没开门。那是大年初二不上班，就感觉没得到祝福啊，朋友们。然后就那个什么啊，就撤了啊。我过着的生活，它每天都一样，重复的没有一点空间幻想。醒着或睡着，它为什么都一样？不难想象，晴天雨天，我都无感。那些未完成的事，就用身体。有朋友说是他不是服务业没错，但是正常那个
都是开的啊。配合命中的伤，来不及愈合，有话想要讲，却找不到任何澄清的欲望。躲在暗夜里成长，也许就是我仅有的力量。模糊的信仰，就算得到再多的关爱，也只剩泯灭微光。我曾有多向往，有朋友说老大说依赖摇。哦，你们看到我跳那个是吗？哦，那个我那天去录那个嗨六嘛，然后那天那个迪哥杨迪，然后迪哥他就是那个什么，一直在那儿跳啊，他可爱这个，他说我现在受不了了，我只要一听到这个音乐我就要跳。然后当时我就说，那我这样，我唱一段，你能不能跟着我的音乐跳？他说可以，我就直接我来不及道声不安，有点缓慢，有点为难。他就跟着跳了一半，他说不行，你歌词唱的不准，我跳的没有意思。无语。不过，但是他就反复那天就一直在跳，然后我就也不算偷学了吧，完了那个动作很简单，然后对，挺好玩的啊。你看朋友们，就是我不知道啊。就是因为我可能跟在座的各位可能不是从事一个行业的，我是咱这块走的是音乐圈的。其实回想了一下，就是2025年爆火的歌曲，就是我作为歌手，我一定要思考这个嘛。爆火的歌曲有什么？2025年其实没火什么歌，火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爆火啊，小火就不算了。真正意义上的爆火是什么歌呢？跳楼机，对吧？然后基本上没火啥了。哦，9万字，对，9万字也算吧，啊，9万字也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了，就这个依赖摇这个歌，啊，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九万字算吗？但9万字那个就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这些歌改成 DJ 版的时候更容易被传播，你们不觉得吗？我好像找到一个密码，就是不是说更容易传播，它本身可能也很火，但是它变成 DJ 之后呢，就是所谓的那种，就是在我们这种音乐圈的这种歧视，这种所谓的歧视当中，可能变成 DJ 之后会变得稍微的低一点啊。但是呢，你会发现你不可否认，它的这个传播度就无敌了。我来不及大声报案，有点混乱，有点混乱，才发现什么是疯狂。你的善良我只很爱，我越来越爱不来的成为我的负担，我想要。哎，是这种的。哎，我说宁哥为什么走击我？还曾离开我的依赖，你不在应答。我来不及大声报案，有点混乱，有点混乱，才发现什么是疯狂。你的善良我只很爱，我越来越爱
爱不会都成为我们的负担。我想要很快的离开。我跳上瘾了，也不是。现在就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啊，就这个就是这种就是人都有基因嘛，我这个基因当中这种舞蹈的东西，不知道为何被唤醒了，莫名其妙，就是被唤醒了啊。不好好学习啊，后果很严重。但记住一句话，劳动最光荣，交2分也行，只要心不松。小学不背书，初中不写题，高中天天半拉手机不离手。老师说努力，你说随缘，毕业那天迎接你的可能是分手。一单接一单，但兄弟分痛也有故事在里面。不学习，可能要去挣那分；不努力，分坑别上阵阵干。又可以讲讲这2天都去哪儿玩了？这2天去哪儿玩了？就是当时就是关你什么事儿？敢跳大分的兄弟也值得尊重，宁可一人咱换来万家伤。你说陌上当老板当明星当大杯，结果卷子0分面试只会黑。刚才不跟你说了一个了吗？去找道长，道长没开门吗？冠没开门啊，没给你。最后一份工作分成4季或进攻，凌晨3点起背着空走街串巷，风里来雨里去，脏活累活全包，但他们让城市更近，让大家呼吸顺畅，这么祸不敌人一刀，不学习可能要去找老分。有朋友说讲讲小贝，小贝，我说实话，因为确实。第一，那个角色戏不多。第二是啥呢？第二，我就是有点久远了，我其实都想不太起来了啊。我那天我还问我团队，我说这个玫瑰重生什么时候拍的？我说我在哪一部戏前面拍的？他说我后来算了一下，应该是在珠帘玉幕之前拍的。我是拍完那个小贝那个，去的珠帘玉幕。我一想，哇，那么久远了已经啊！那个时候我对医美还没那么了解，可能就是没那么的帅气啊，不知道，反正就。刷起分海里找方向，但每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挑粪的英雄也，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就那个时候不太注重个人形象，说白了，真的。因为那个时候那个《一念关山》还没播吧，我拍的时候，我拍小贝的时候，那个《一念关山》还没播啊，《一念关山》还没播，那个时候还没被人骂丑呢，我还不知道这个作为演员来说，这个个人形象这块这么重要，我以为全是好角色就挺 OK 了。不知道，我记得应该是我拍珠帘的时候，《一念关山》播的啊。世纪原谅，有人说360行出状元，对本性也有状元，这传承都是力。他说宁可一人抽回来万户香，这份骄傲不是谁都能扛，不是西路会在，等路还在，学好了本事你再来是你爱赛的。这份野心能别是被逼无奈，不学习可能交大分，不努力你也要把火干疯呀，何止有值得别人。有朋友说开推4是原班人马吗？我想说什么呢？像这种节目里边的内幕啊，如果他开始录了，或者是怎么样了，就是那个你想问里边的好玩的事儿，你已经知道他怎么回事了，然后呢，你来问我，我可能会跟你聊一聊。
但是如果这个节目都没开始录，然后也没有官宣这个正式的嘉宾，你问我是不是原班人马，我哐哐在直播间一说，我刘宇宁嘴是不是有点没有把门的了？我平时是喜欢说一些事儿，但我基本只说自己的事儿，我只说自己，我不沾乎别人啊，因为我要是在这个节目，在这个直播当中跟你说开推4都谁去，飞行嘉宾都谁，我告诉你了。我是不是有点没溜了？你是感觉我好像有点没溜，但我也不是那么的没谱。有朋友道义有道，你这个成语用的真烂。什么叫道义有道？我倒是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什么叫道义有道？我说的是我嘴没溜，但是也没那么的没溜。然后你说是道义有道，你有病！你不会用成语，你就稍微收敛一点，好不好？你再去好好学一学，你写作业去吧。一看你就是过节作业没写完。好好读书吧，有劫富济贫，是你给我闭嘴！我在这儿。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这还行，他起码是一句人话。他给我来个道义有道，我偷谁东西了？然后我偷完之后。又救济了谁？我已经够没文化了，你比我还差一点。我为什么喜欢直播呢？朋友们，我说实话啊，我喜欢直播，第一是它就是很放松，第二我真的可以看到这个所有，就是我平时见不到的人的说话方式。我真的可以见到很多，就是很多朋友们的思维逻辑，通过他打字，我就知道这个人思维逻辑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真的，我通过我就是可以，因为我人生活当中想必经历不到这么多，听不到这么多人的一个表达方式，或者是他的思维逻辑，感受不到。我一开直播能感受到千奇百怪的。比如说刚才那个朋友说道义有道那个朋友，我以后就是如果在这个某一个影视剧演一个就是那种那个傻乎乎的人，我就可以把这句词用上。啊，就是比如像主角就是比如说他是一个非常的一个怎么说呢，非常的一个善良的一个人，他把他们家里所有的这个比如说几十年的一个收入，然后那个去救济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然后呢我作为这个他的配角在旁边就是哎大哥，我觉得你这种做法真是道义有道啊。哎，绝对这人物丰满了，我跟你说，这人物绝对非常立体。主角当时一看你，道义有道，我把我所有这么多年的积蓄，然后我这么多年积蓄是偷来的。你看，这就是直接演一个，直接就是一个就是我丰富我以后演的角色，而且台词都想好了。大哥，你这个行为真是道义有道啊！啊，不，是老弟说错了，你这个叫劫富济贫。把江湖沉入陈年酒，醉眼望断时而重柔。袖线挑落，风雪落宽处，梅花提了旧恩仇，长街绚烂褪色灯笼。有朋友说，为什么一演傻子就变成八戒的声音了？刚才那个不是八戒的声音。那难道你觉得一个傻子他的说话的声音就是他一样，你用声音去塑造角色嘛？比如说他是那种就是这样嘛，咱们就来个那种所谓的那种古装剧里边贵公子的声音说。比如说刚才那一句话啊，用一个贵公子的声音说，比如说主角还是做了同样的事儿，然后呢这个配角说了一句：大哥，你这事儿做的还真是道义有道啊。
好也没那么傻，对不对？好像觉得他话里有话呀，什么意思？难道你发现了我什么做过的坏事吗？所以不能用这个声音，一定说大哥，你这事儿做的真是道义有道，一定得这样吗？你知道吗？他就是每个声音可以塑造角色，它是很重要的，有点阴阳怪气了，对不对？不能那样啊。所以不怪我用八戒的声音，声线要匹配人物。你要是的啊。檐下暗涌，马蹄卷起孤雁回首处，残碑刻满了青松。这次鲜花赠我绣，纵马踏碎琉璃球。任他9万里，星穹呀尽头，斩断宿命向白昼。剑河心入喉间流。有朋友说这是诙谐的声音，如果是诙谐的那种是这样的，大哥，你这事儿做的还真是道义有道啊，就是那种好像这个他俩干了一件坏事儿，就是而且是这个配角和主角一块干的，他故意调侃他啊。不一样的就是他就不傻了啊。抖落星辰作剑囚，一开仙人斩，四招刀锋手，明月悬弓射鳌舟，天地同游。有朋友用魏少的方式说呢，你是某个平台的采访人员吗？很多这种平台的采访，比如说采访那种做个采访，他就喜欢说，哎，下面用这个魏少的方式给大家拜个年吧，或者下面用这个小贝的方式跟大家说一句那个新年快乐，然后再用家乡话给大家拜个年。你好像是那种采访的。把江湖斟入陈年酒，岁月望断时而重游。袖间飘落风雪落宽处，梅花提了旧恩仇。长街雪漫。有朋友说，宁哥，我是你的采访粉儿。朋友们，我说实话，就是我回答问题这一块，或者是就接话这一块，朋友们，我跟你讲，有一个训练的秘诀。就朋友们，如果你在生活当中啊，当然这个教不了你了，我是想告诉你，我是从哪儿练的，朋友们，就是真的是练出来的，就从直播练的呀。我所有就是接别人的话，都是从直播练出来的。有朋友说我很需要，你开直播，你要当网红，你要跟我干同行。褪色灯笼，照见指尖檐下暗涌。马蹄卷起孤雁回首处，残碑刻满了青松。这次鲜花赠我绣，纵马踏碎琉璃球。任他9万里，星穹呀尽头，斩断宿命向白昼。天河心入喉间流，抖落星辰。还有人问开推4是不是原班人马？那肯定是，肯定到时候就是播那个录的时候，你不就知道了吗？肯定有路透啊！你着什么急？很快3月份就录了，等不了了。你知道不知道？你能怎么样？你是能提前看到还是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不着急啊！我知道你可能是我们那个综艺的一个支持者，很关心我们那个综艺。作剑愁，一开千人斩，色照刀锋手，明月悬弓射鳌舟。地球2是原班人马吗？
其实每个人相聚都是有原因的，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延续所有的缘分。但随着年龄慢慢增长，你会发现，其实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所以作为我们这些正在活着的人，一定要放下执念，放下一切，尊重他人选择，尊重所有人的想法。其实有的时候，当你放下执念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日子也没那么难，一切也没那么可惜。有朋友，我进的什么直播间？咱们这块呢，今天给家人们带来的福利就是这个杯子了，朋友们啊，这是这款杯子，别看它只是一个玻璃杯，其实它是一个带了一个胶皮的玻璃杯。这种杯子呢，适合什么呢？适合就是平时的时候，喝茶，喝茶喝咖啡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圈是为了防烫的，主要是喝热饮来用的啊。如果你平时就是喝一些咖啡啊、茶了之类的，可以用这款杯子啊。有朋友上链接，朋友们这个链接上不了，因为这个杯子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好六的。我去录好六的节目组送的啊，应该是网上没有卖的啊。这歌太悲伤了，就怪刚才朋友的问题，直接给我们走到这么一个氛围当中了。有人说我喜欢了你好久，但是第一次看你直播，好开心。你也没那么喜欢，如果真的那么喜欢的话，早就看了。当天空的云魄流向我，侵蚀我的魂魄，直到软弱。朋友们，我隔壁好像打起来了。你们动手了，好像是。朋友们，等一下，你等我一下，朋友们，你们等我去看一眼啊。我先给你们放个 VCR，放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许我在少年》吧。然后等我去看一眼啊，朋友们。行嘞。许我在少年，逃离春风迎雪山，
眼底流绿四月天。许我在少年，白云苍狗瞬息间，光阴如水，人如帆。许我在少年，那英壮志抽当欢，独倚高楼唱歌叹。许我在少年，门前流水行云年，心起狂澜过千帆。许我在少年，星斗罗尊月半弯，怒马嗜酒走天边。许我在少年，枕戈翠剑气冲寒，心似热血昆仑关。许我在少年，远路茫茫难飞雁，前程漫漫看百川。许我在少年，千黄青苍榜望眼，疆场看破万重关。许我在少年，桃李春风迎雪山，眼底流绿四月天。许我在少年，白云苍狗瞬息间，光阴如水，人如帆。谢谢。春雷出动，发生汽车，可我们干的工作和春天无关。我们不得不面对人内心的黑暗。你沉默的背影，是你无悔的逆袭。一旦这项技术被泄露，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以孤勇之名前行，未说的约定藏进衣领。把这个给境外提供涉密材料的人抓出来。你的名字消失风中故事，张李总航班预计写在蔚蓝的天空。回刚才那个地方。近期，国家安全机关破获各省有关部门破获多起为谋划的间谍案件。就是下面这两张照。证件多少？我们也检查一下。看后面，我整你们看一下。其实我叫什么不重要，大家只要记得国安警察就行了。Get out！不求被所有目光传送，只愿山河无恙如初衷。你的名字像是风中故事。这就是你们今天的作用。写在蔚蓝的天空。永远别忘了自己的初心，坚持下去，做一个忠诚的战士。看看我直播这个性价比。
看看找我唱 OST 的性价比，朋友们，这就是性价比。读了四书五经，学会一身坦荡，翻过陈年旧账，走了几轮光阴，也处理了脸庞，演过人情薄凉。我看过万里雪茫茫，也曾被谁紧握不放，只剩几柴米油盐中口醉一场，翻一个身，趁机回肠，好戏正在开场。天下有道理，千钧一血万两，做人应如同伴，万缘内方，一步烽烟，一条路，一生用脚步丈量。嘿，终成万象，粉墨登场，说到最后总是传奇一桩。有朋友说热搜6，真的假的？我不信。我不信。流过多少血26啊！大过年的给人添堵，大过年。我刚才音乐都准备好了，我寻思如果就是现在就是热搜6的话，这一块我哐哐的我就直接就人来疯，我马上就一段绚烂的舞蹈。不，这个还不行，我一定得加那种特效这种的，这种。哎，带这种等带这种特效这种的，我都准备好曲儿，我都搜完了。无来自己大声不安，有点混乱，有点混乱，才发现什么是混乱。你的善良，我只能缓慢，我越来越爱，爱不爱都成为我们的负担。我想要痛快的离开，我可以。直接 emo。But some of our boys, some of them are Allah. 哥，你是明星，你还记得吗？明星算个6啊？啊，不是，我算个6啊。读了四书五经，学会一身坦荡，翻过陈年旧账，走马几轮光阴，也处理了面庞，演过人情薄凉。明星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说实话。都普通人，都吃喝拉撒啊，他只是从事的行业跟你不同，他从事的行业让更多人认识了，然后有粉丝去追捧，他也是普通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看过万里雪茫茫，也曾被谁紧握不放。只剩这一柴米油盐中口随一张，发一歌声，成就会场，好戏成。有朋友赚得多呀，你这个话题就是很敏感。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赚得多的人多了去了，你去看看那些福布斯排行榜上有几个是明星啊？所以，因为为什么这个话题我就不讨论了，我不跟你讨论赚的多与不多，肯定是赚的要多一些，比很多正常上班的人。但是这个话题不要聊啊，没有意义。我想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你不当明星，只要你在这个行业是做一个佼佼者，你一样会做得很好的，一样你会赚到很多钱的。只要你好好学习，专注自己的职业啊。开场，天下有道理，千军一起万两。昨日应如同伴，万远内方。一步烽烟，一条路，一生勇，脚步丈量。嘿，终成万象，粉墨登场。说到最后，总是传奇一桩。上有道，我担当。嘿，日出东方。小朋友说：“刘宇宁，你是谁？我是刘宇宁啊。刘宇宁，你是谁？我是刘宇宁。你的问题就在，你的答案就在问题上啊。”流过多少血泪，只要爬得起来，纯洁当作小将，还能喘一口气，就剩几只脊梁，扛过刀剑风霜。人生在世本就长，咬紧了牙关走一趟，凭谁说痴心？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各位好好的，就是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付出行动去努力。我当然不是给各位上课啊，因为我想表达的是，我出身这么低，我就是一个学厨师的，我能够混到今天，追求自己的梦想，去当一个歌手，当一个演员啊。虽然现在也是个主播，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坚持做这件事儿，那也有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我可能没有这个成就，但是我现在能够去让你们认识我，我觉得这是我的偏德，是这样的。所以在场的很多朋友，你们家庭条件也好，包括你们正在学习的这个从事的行业也好，或者是学习的学历也好，都比我高，所以我相信各位在场的各位一定会比我有更高的成就啊！一定得加油啊！不要是看着别人的日子去过自己的日子是最难受的啊！你要看你自己啊！众口随一张，发一歌声，成绩会场，好戏正在开场。天下有道理，千军一起万两。昨日应如同伴，万远内方。一步烽烟。有朋友春晚机器人你买了吗？那玩意儿卖吗？我买回家干嘛？我买那个这干嘛？我这用处是什么？我跟他过招？卖吧，是吗？网上有，我没买，我一起翻跟头，没买。哦，你们有买的吗？你们有买的借我玩2天。我是没买，我也没打算买啊。你们如果喜欢的话，对这个科技很好奇的话，你买一个。有朋友说几点到奥克兰？你怎么说你要堵我去啊？你要那种就是那种远方的朋友来到你的城市，然后那个你就是我一下飞机出站，你给我送一束鲜花那种的接机去啊？不用啊，在这里咱们先婉拒了啊。你突然让我想起了这首歌。
我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虽然我们已经好久不见，但我也希望我们能过好自己的生活。请记住我对你最后一句嘱托，请不要来接机。是美和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把江湖沉入陈年酒，醉眼望断时而重柔。袖线挑落，风雪落宽处，梅花提了旧恩仇。长街绚满褪色灯笼，照见指尖檐下暗涌。马蹄卷起屋檐。然后宁哥，你玩鹅鸭杀吗？不玩啊。我只玩王者荣耀。哎，回首处，残碑刻满了青丝。因为目前就是王者荣耀找我合作了，其他都是有点
没去了解。这次鲜花赠我绣，纵马踏碎琉璃舟，任他9万里行雄崖尽头，斩断宿命向白昼，剑河心入喉间流。有朋友啥段位？哥，你把逆水寒放逆水寒也玩儿？哎。也玩逆水寒玩。是玩了呢。对，龙吟嘛，对，忘了。因为那个逆水寒就是有点太日常了，我每天都在玩，所以导致什么呢？导致就是有点忘却了。就是觉得它就跟呼吸一样的那个平常。难道我要说朋友们问我说宁哥最近干嘛呢？呼吸。不需要说不需要，就跟这个对王者其实也是玩的比较的频繁。星辰作剑囚，别开仙人山，四正道丰收，明月悬弓射鳌舟，天地同奏。我发现咱直播间有很多人很会。我说那个会呢，就是那种，就是故意抛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让我来回答，然后在我这就是这有些问题只要说出来就会有问题，然后但是他就很会，他觉得他自己好像很聪明，真的很会。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不好的，在过年的时候做这种事儿不太好不要这样把江湖斟入陈年酒，岁月望断时而重柔，袖间飘落风雪落宽处，梅花提了酒。有朋友直播带我们打王者。你像我，你现在就是感觉我是一个娱乐主播，就是你不太喜欢看了。你得让我变成一个游戏主播。恩仇，长街雪满褪色灯笼，照见指尖檐下暗涌。马蹄振起孤雁回首处，残碑刻满了。你得什么呢？其实你是这样的，你得因为你的直播呢，其实是面向很多人的。有些时候我说的话题大家是感兴趣的，有些不是我说的有些话题是有一部分人感兴趣的，比如像上次跟大家聊串儿的东西，然后呢很多人就感兴趣，但是不喜欢串儿的人就觉得你在说什么呢？但是行吧，那个小宁在这说我就听着嘛，但其实他是不感兴趣的。包括我说游戏的事儿，包括我说那个动漫的事儿，很多人是不感兴趣的，而且甚至他不懂你在说什么，但他为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喜欢跟你在一块待着，听你说说话，哪怕你听不懂，他也喜欢听一听，就这种的但是所以有些话题呢，我就不会说太多。比如说刚刚有朋友说聊聊串儿，我串儿基本每次都聊，然后也没什么可聊的了。但是我一说串儿的时候，很多朋友，比如说他像很多朋友，比如像那种说开推是原班人马吗？像这种朋友，他对串儿就不感兴趣，他最关心的就是开推是不是原班人马。然后呢，我一聊串的时候呢，他就出去了，他可能就不看我直播了，我这块这个流量就会少那么一丢丢。有朋友上次说游戏的时候我睡着了，多好，其实也是一种就是好事儿，就是让你就是给你助眠。第一是确实给你助眠，第二呢，确实你也缺觉了，你该睡觉了，你确实是困了，跟我说什么内容没关系，你就是困了有朋友说可以用英文直播吗？也不是不行，我这个英文这块也是呱呱的，我的英文这块也是 very beautiful 也是很 beautiful 的。但是呢，你得照顾一些，就是比如像丹东烹饪二技校的这样的就是朋友，不是每个人都是这个996，
不是每个人都是大学毕业说英语4、6级过的，你也得照顾一下丹东碰上2技校的这帮朋友，对吧？他们就可能对我用全程英文的话，像这种丹东2技校的他就听不懂。我倒是想用英文全程直播了，但是没必要是吧？心胸压尽头，真的宿命像白昼，天和星是。我是说这个瞧不上丹东2技校，因为他的专业他就不学这个。丹东2技校专业是什么？学厨师，学炒菜。你跟他聊炒菜，聊做饭，他能跟你聊一会儿。你跟他用英文，他最多告诉你 tomato、potato、hamburger 啊这种的，像这种的他跟你聊一聊啊。其他的就是跟那个食材不相关的，可能他就是聊不了2句啊。hamburger 啊。入后渐流，渡落星辰作剑囚，一开千人山色找到丰收，明月悬弓射傲愁。有不要不你改助眠主播吗？我赛道太拥挤了，我要干的活太多了。刚才要我做游戏主播，这块又闯入了助眠赛道。因为我走赛道太多了，别走太杂了啊！我差不多专注一条赛道走到头吧啊，最多2条赛道啊。天地同游，天地同游。健身博主，健身我也能跟你聊一聊。美食博主，美食这块我也可以跟你分享一下，这些都无所谓。这种不需要实际操作的这种都可以啊。就是助眠的话，我还真的是得让你助眠。有朋友们说老大看剧本了吗？就是最近的话，关你什么事？你管我大过年的，人家都在家过年休息的，包括你当时薅刘宇宁脖领子，哎，刘宇宁啊，你看没看剧本？看没看？过年呀，老弟呀，我们过年休息休息了。我已经在过年期间说，我上来直播跟朋友见个面，我们就是维持一下我们的这种连接情感，就是延续上。完，你直接薅我脖领说过年写没写作业？你有点不近人情了，有点。刘宇宁给我看剧本，听到没有？大过年初4、初5该上班了，你都没上班，你让我上班，什么人呢？读了四书五经，学会一身坦荡，翻过陈年旧账，走马几轮光阴，也错离了面庞，演过人情薄凉。我看过万里雪茫茫，也曾被谁紧握不放，只剩这一柴米油盐中会随意唱，翻一歌声，成就会场，好戏正在开场。天下有道理，千军一起往。你比刚才虽然那个朋友我怼他了，刚刚那个朋友说，哎，宁哥分享一下过年回家都玩什么了？你看看这种朋友，起码刚才我虽然怼他，但是他不像你那么样严苛，人起码知道说，哎，宁哥过年放假了，可以玩一玩，休息休息哈。一年忙到头，一年基本也没休息过，然后过年了休息几天，结果你过来薅我脖领，跟我说你给我看剧本，剧本看没看？还有人性吗？人家这刚刚朋友说的很对，道长都休息了。我去那怪里找那个道长，因为道长都不开门，我作为你的一个好朋友，你的家人，我不能休息啊！真是不近人情。
做人应如同伴，万缘内方，一步烽烟，一条路，一生永照不丈量。嘿，终成万象，粉墨登场，说到最后总是传奇一桩，上瘾有道，我担当。嘿，日出东方。有会儿你个才高，揪不了你脖领子，他可以这么揪啊？不就完了吗？这样，看剧本了吗？看没看剧本？流过多少血泪，只要爬得起来，纯洁当作小将，还能喘一口气，就撑起这脊梁，扛过刀剑风霜。人生在世本就长，要然后他揪你裤绳，怎么给我裤破疤了？薅我裤腰带的，薅我裤腰带，问我看没剧本？看，你怎么那么埋汰人呢？再矮也不能那样，怎么薅裤腰带说？你埋汰人在那儿。牙关走一趟，凭谁说痴心妄想，众口随一张，翻一个身，趁机回家，好戏正在开场。天下有道理，千军一起万两，做人应如同伴，万缘内方，一步烽烟，一条路，一生永照不丈量。嘿，终成万象，粉墨登场，说到最后总是传奇一桩，上瘾有道，我担当。嘿，天下有道理，千军一起万两，做人应如同伴，万缘内方，一步烽烟，一条。有朋友说：“宁哥，齐哥大同演唱会，你来当嘉宾吗？你大同的吧？你是不是大同的？就是那个，就是意思，你这个齐哥到那开演唱会，我顺便你就追星送上门，到付。我感觉你就是大同的。是我那啥，我不知道，我看我时间，我后面就是如果那个时间对得上，然后齐哥演唱会我去玩一次，我去给他去，我就想去看看，想玩一玩啊，去一趟啊，对，但是应该不是大同啊，让你失望了啊。照不丈量，嘿，千帆过尽，人间万象，尘埃落定，留下传奇一桩，山河浩渺，我担当。嘿，日出东方。有朋友说天天迷这个男人，老公都不看一眼，你别在那胡说八道啊！你给我帽子，我发现你们有时候说话真的是不注意，你整的叫好像刘宇宁的存在破坏你家庭幸福了，破坏你跟你老公的感情了。你就算你不追我，你去打麻将，你去干别的，你也不一定看你老公一眼，不是因为我。别往我身上爱赖啊！有人说那个屋子里戴帽子长不高，谬论。我现在就有点太高了，我怕我再长啊。不都说25还鼓一鼓，44还穿一穿吗？我怕我长太高了，帮我压一压，对，往上压一压啊。然后193没193，我0.5，193。你是说涛姐那个采访是不是说我193？是涛姐吗？
是好像是我看了一个采访，忘了谁最近在过年的时候说我193，魏神说的，不是吧？是魏神说的吗？魏神说我193，他记错人了。他估计朋友太多了，他记错人了。决定生活不是一场电影，设定的剧情，我们在各自的轨迹，万次呼吸，难以拉近距离。他说你看的好像193，我没有，我这人吧，就是我真没有，我193也没什么不能说的，确实没有。爱与不爱的真谛，答案藏在下个世纪。你的感觉如此坚定，确定我在茫茫人海中能找到。有朋友说穿鞋不就193了吗？啊，你那个逻辑，那我踩高跷4米了呀。给我来个2.5米梯子，我4米多呀。你这能这么算吗？啊，这能这么算吗？算鞋肯定1.93米，那废话，那肯定呀。那你踩高跷4米了，你能算那个下面那东西吗？那算你净身高啊。忘不了的就随它去吧，不舍不得随着我们长大，不管如何我一定会等着阳光照进裂缝的那一刻。为什么失去之后才变得勇敢？为什么拥抱过后才觉得遗憾？原来我的执着如此笨拙，只剩影子嘲笑我。怎么我到底是怎么了？这不是我曾经幻想的结果。世界和爱从不会倒带。我说我妈说这小伙还挺白，你跟你妈说我开那个美颜了。我其实那个私底下我就是黑到不行，我粉擦的白，我包括我看网上有人都揭秘了，说刘宇宁每天就是出门之前把身上都擦上美白粉，身上都擦素颜霜，他一天就是因为他本身就很黑，他们就已经给我破解了，我身上都是那啥，然后再加上开美颜。我的青春也不会重来，时间依旧沉默不语，它也背影里抓着前进。再过千万个雨季，我真的好奇，谁能找到我们的痕迹？过去的快乐无法比拟，初见你是我最好的回忆，参不透青春留下的谜语，研究的人都困在回忆里。为什么失去之后才变得勇敢？为什么拥抱过后才觉得遗憾？原来我的执着如此笨拙，只剩影子嘲笑我。怎么我到底是怎么了？这不是我曾经幻想的结果。世界和爱从不会倒带。有朋友说老大你会打麻将吗？我会。我会但是小的时候玩，然后跟家里人打，每年过年的时候打麻将嘛。今年过年没打，没有时间就今年回去通告老忙了，回去通告比较忙碌所以没打麻将。我的青春也有个东北孩子没有不会的，也不是，别在这以偏概全。其实很多人也是不会打麻将的但其实如果按你那么说，好像我听说是南方人爱打麻将的会更多一些。对，因为他们比如比较出名的四川麻将比较出名嘛，对吧？对，上次去那个什么，去那个长沙录节目，我好多朋友也是长沙的嘛，他们就说那个他们就打麻将可过瘾了就是天天打麻将什么的，蛮开心的广东麻将，对啊，这是其实东北麻将也玩的小，所以就大家就是好像没有那么的太多
很正常，哪个地方都有不会打麻将的，这又不是什么必学的技能，就跟骑自行车一样，不是每个人都会骑自行车的，对吧？很多朋友觉得，哎，自行车有什么不会骑的？我相信咱们直播间有很多人是不会骑自行车的，很正常。有朋友说，宁哥小贝那个头发是假发吗？这一看新粉吧？一看就新粉吧？哎，我要说是假发，会不会对我这个有影响啊？就有人会说6年真不敬业，拍戏要求剪头发，头发都不剪。会不会有人这么说？得小心一点。饮酒的人都关在胃里。有朋友说不回答，没人不能回答，就是假发，纯假发，纯假发说了嘛，2500买的嘛，真谛，答案藏在下个世纪。你的感觉如此坚定，确定我在茫茫人海中能找到你。忘不了的就随他去吧，不舍不得随着我们长大。头都是假的，这个谁说头都是假的？那个没有，有朋友说热不热？还好，挺热的。其实，在那个我当时那个戏前半部分在重庆拍的嘛，在重庆拍的，重庆很热是其实那部戏拍的时候就是挺难受的啊。不管如何，我一定会等着阳光照进裂缝的那一刻。其实我想，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我的粉丝可能也挺可怜的。我说那个可怜呢，是你说拉出来一个艺人都3、4部待播剧，他们有选择，他们可以说，哎，我喜欢这个，我期待这个，我期待那个，或者我觉得这个能行，那个不太行，我就不期待了。但是到我这儿呢，好像就剩这么一个小存货了，就剩这么一个小存货了。然后呢，他们就只能说支持，不会的是吧？是吗？有朋友说确实啊，我给你杆你就爬，你属猴来吧你啊！我说完这句话是希望你安慰我，我不是在安慰你。为什么失去之后才变得勇敢？因为我心里觉得有一些内疚，可能是就一部戏。然后呢，我希望听到的回答是，那个宁哥没事儿，小宁没事儿，反正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我刚才说我的粉丝挺可怜的，没有什么选择。我希望听到的是没事儿，宁哥那个小宁我们支持你，你拍啥我们看啥，你不拍我们就听你唱歌也行。我希望听到是这样回答，结果咱家那个粉丝在这样，是啊，挺可怜的。你这样子现实当中朋友肯定不太多。拥抱过后才觉得遗憾，原来我的执着如此笨拙，只剩一次悄悄话。怎么我到底是怎么了？这不是我曾经幻想的结果。时间和爱从不会倒带，我的青春也不会重来。时间依旧沉默不语。那天说四喜那首歌我太喜欢了，然后那个主持人老师说，那你唱2句，我忘了。就这首歌吗？一颗种子慢慢长出嫩芽，然后学会长大。一颗种子慢慢长出嫩芽，
而后学会长大，沐风知雨，渐渐明白了家。鱼贯而行，变成馥郁的花，却又多了风沙，总要独自面对，刚好他就遇见了他。世界嘈杂，回声已是唱一个来。既然那天在那个央视没有把这个歌唱了，我今天在直播间送给我的这些亲朋好友们，也祝你们都能像那朵花一样，新的一年好好的绽放。一颗种子慢慢长出嫩芽，而后学会长大，沐风知雨，渐渐明白了家。鱼贯而行，变成馥郁的花，却又多了风沙，总要独自面对，刚好他就遇见了他。世界嘈杂，回声已是远近，也曾不知办法，什么默默抱紧，似那无声的牵挂。四季走过，时间滴滴答答，好像懂了一些，也将一些放下，酸甜苦辣俱是芳华。生活赠予阳光，也不忘记拍打。有人说苦痛要咽下，一散的云不如做风中的花，一封长信写下，将来星星的他，给命运里所有的分岔，共爱所有值得被爱的那一刹。世界嘈杂，回声已是远近，也曾不知办法，什么默默抱紧，似那无声的牵挂。四季走过，时间滴滴答答，好像懂了一些，也将一些放下，酸甜苦辣俱是芳华。生活赠予阳光，也不忘记拍打。有人说苦痛要咽下，一散的云不如做风中的花，一封长信写下，将爱星星的他，命运里所有的分岔，共爱所有被这挚爱的那一刹。生活赠予阳光，也不忘记拍打。有人说苦痛要咽下，一散的云不如做风中的花，一封长信写下，将爱星星的他，给命运里所有的分岔，共爱所有值得被爱的那一刹。做自己的方法，太期待绽放的梦，前路漫漫不怕，心里永远开着那朵花。
后面的忘了怎么唱，不好意思。不好好学习啊，后果很严重。但记住一句话，劳动最光荣，挑大分也行，只要心不松。小学不背书，初中不写题，高中天天摆烂手机不离手，老师说努力。然后老大，青岛演唱会是真的假的？假的，不去啊。目前演唱会只有2站了，现在啊，在一站杭州，一站南京。你说随缘，毕业那天见你的可能是反正一旦接一旦，但兄弟分痛也有故事在里面。不学习可能要去占大分，不独立分坑边上站着干，但挑大分的兄弟也值得尊重，宁可一人3换来万家伤。你说我上当老分当明星当大背，结果卷子0分面试只会。我发现有些朋友就很逗，我说那个刚有朋友问说那个来青岛演唱会是不是真的？我看应该是有一些号发的，说刘宇宁青岛演唱会让你从他那儿买票，你别被骗了啊！别被上当受骗了啊！然后我说不去了，我说我最后演唱会现在目前定的只有2站，一站杭州，一站南京。然后我已经回答完了，他又问我那唐山呢？广西有没有？我都回答完了，我是只有杭州和南京了。然后你们那有没有这个大同？我说只有杭州和南京了。哦，那只有杭州和南京，那有没有那个大连了？你给我俩抬杠呢，在那儿。嘿，最后一份工作分成4季或轻工，凌晨3点起背着空走街串巷，风里来雨里去脏活累活全包。所以你现实当中，如果你跟这种人交流啊，我不是说别的，我不是嫌弃他，我只是想说你很累的，就有点像是给我来碗鱼丸粗面。哦，没有鱼丸了，那给我来碗粗面，没有粗面。他们让城市更近，让大家呼吸顺畅，怎么祸不敌人一的。给我来碗鱼丸粗面吧。他说没有鱼丸粗面，那给我来点鱼丸，没有鱼丸，那来个粗面吧。粗面也没有，那就来个鱼丸粗面呗。就鱼丸粗面刚才说了没有？哦，那有鱼丸细面吗？说了没有鱼丸。哦，那没有鱼丸的话，那有鱼丸有粗面吗？没有粗面，刚才说了。那有什么丸？有牛肉丸。OK， 那给我来个牛肉丸粗面，没有粗面。没有粗面，那来碗鱼丸细面啊，没有鱼丸。就是有点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不学习可能要去找老分，不刷题分海里找方向，但每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挑分的英雄也是诚实及原谅。有人说360行出状元，对分心也有状元，这传讲都是理。他说宁可一人抽换来万户香，这份骄傲不是谁都能扛，不是记录会在登录海撒学好了。我问你们过年都干嘛了？哎，咱们就是那种有点那种就是那种正常直播间啊，就我直播间可能不太正常，因为我不太尊重观众，没有了，因为不是我，很尊重，就是但是别人直播呢就很尊重观众，就是会问观众很多问题啊。过年大家在家里都做什么了？可以打在公屏上跟我分享一下。但是刘宇宁直播是完全不知道你们干嘛去了，完全不想知道。
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我要尊重一下观众了。哎，各位朋友们，你们在过年的时候都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可以在公屏上跟我分享一下。啊，有朋友打麻将，有朋友说那个收红包打牌啊，有朋友挑大粪啊，哦，包宿是吧？毛毛包宿，也是一个就是挺好的事儿。过年干嘛了？等我直播。过年啥也不干，就拿着手机时刻开着微博，饭也不茶不思饭不想。你妈叫你吃饭，说来这个家里这个叔叔阿姨大舅大姨都来了，赶紧吃饭吧。不，我要等刘宇宁直播。你看声音都变了。不，妈，我要等刘宇宁直播。你看，在我的可能我刻板印象当中，就比较傻的这种人都是这种音色。时刻关注你的动态。我过年有啥动态啊？有，过年上一些春晚啊，江苏春晚，然后北京春晚啊。见亲朋好友，看折腰看地球。我这次回家，我还问我妈，我说地球超新鲜你看没看？她说我没看呢，那个啥，那个我都看一些刷一些 cut， 但是我不知道在哪儿看。然后我说那你在那个腾讯视频看？她说腾讯视频它不让看的。我说那你没办会员肯定不让看。所以回家之后给我妈办了个腾讯会员。我说后面马上我一个戏上了，账号也在腾讯啊，你可以看。假扮也心但便是被逼无奈，不相信可能然后这两天我妈在家看那个地球超新鲜呢。看一念关山书卷一梦，真不错。我觉得只要一部剧啊能让你看过一次还想看的，那就证明它是好剧，或者是这个剧给你带来了什么好的感受，或者你不想忘记的感受，是这样的。其实我其实经常也二刷，就是很多剧啊，就是二刷很多剧，就是除了当然我自己的剧我肯定都会二刷三刷四刷五刷，可能有的剧我都看10遍但是抛开我的剧不谈，我那个看的比较多的是那个《鹿鼎记》，看的比较多就是那个陈小春老师演的那个《鹿鼎记》，很早那个啊。然后还有就是《寻秦记》，我也看了很多遍，像这种的。然后很多香港电影也看了很多看了很多，反复看啊。然后一念我看了6遍，真好，真棒这两天在家打扫卫生啊，过年打扫不是年前收拾吗？过年收拾啥呀？年后再收拾呗。一念我看了23遍。你说你要一念能看23遍，我估计台词都能记起来了。但其实现在因为一念可能拍的相对早一些，现在有的时候我也看当时的表演嘛，我就觉得我可以演得更好，有些地方可以演得更好。那当然这是一定的，因为你随着你见得多了，演得多了，你可能有新的想法了，未必有当时好，但是说可能有不同的演法在家休息好看电影，对，自己看自己演的不尴尬吗？为什么会尴尬呢？这有什么可尴尬的？你觉得尴尬的点是什么？这没什么尴尬的，我觉得这很正常啊。有朋友欣赏，倒也不至于欣赏了，你得知道你干了什么和你将来要干什么。看尴尬没什么尴尬的，事儿是你做的，你有什么尴尬的？没有什么尴尬的。
还好没什么尴尬的，就是就像比如说这个桌上，你今天晚上做了一顿饭，然后你坐在桌上把这个桌那个，比如说你今天是那个大家一块过年，你做团圆饭，你给家里人做了一桌好吃的饭菜，然后你坐在桌上，然后你妈问一句：“你坐在这儿吃，你不尴尬吗？”你觉得这个问题奇不奇怪？你做了一桌子饭，你自己去吃，然后你妈问你：“你坐在这儿吃饭，你不尴尬吗？”你当时你是什么心态？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得掀桌？啊，你是不是得就是你变成一个掀桌的？所以凭什么不让我看？不让我看我掀桌。都别吃了，去你的！袖线条落，风雪落宽处，梅花提了酒恩仇，长街绚烂褪色灯笼，照见指尖檐下暗涌，马蹄卷起屋檐回首处，残碑刻满了青松，这次鲜花赠我袖。有朋友说我不是掀桌的人，然后你妈，比如说你做了，我再给你重述一下这个前述条件啊。你妈跟你说，啊不，你就是忙活一天，做了一桌饭菜，香喷喷的各种大餐，然后你上桌上一坐，准备吃饭的时候，你妈问你，哎，别妈妈问了，妈妈问可能妈妈有点冒犯妈妈，就是你一个远房亲戚，过来跟你说，哦，你饭你做的，哦，你坐在这吃饭，你不尴尬吗？然后当时你的脾气说：“行，你们吃，这一次我不反抗。”纵马踏碎琉璃球，你有这个气魄吗？你有吗？啊，你能有吗？你肯定都别吃了。任他9万里，行匈牙尽头，辗转宿命向白昼，剑河心入喉间流，抖落星辰作剑愁，离开仙人山，四照刀锋。有朋友说给他一拳，我给他一巴掌。哎，你是莫名其妙。刚才有朋友说，就从一部剧说，你看你自己演戏不尴尬吗？这一块延伸到这个吃饭了，也必须掀桌啊！我做的不让我吃，我不掀的等你干嘛？然后我把桌子砸了，你别整那黑社会那一出，你这受不了你！我把桌子砸了，你在网上你就五玄玄口出狂言是没问题的，你现实当中肯定怂的不行。哎，我给桌子砸了，你玩黑社会那一套，你是不是吓人了？你在这儿大过年你给桌子砸了啊！天地同口，把桌子啃了。你是白蚁啊？家里人不让你吃饭，把桌子咬碎了。行了，朋友们，我去上个卫生间啊，你们等我一下，我放个 VCR 啊，放个什么呢？不学习你要挑大粪呢，这个竟然有 MV 啊，有啊，是我做那个，OK， 那就放啥？还是把我春晚的这个内容放一下吧，让朋友们知道，让很多朋友知道我上了春晚啊。有些很多朋友可能进我直播间说，这刘一宁谁啊？春晚上看到过，这小伙唱挺好。许我在少年，桃李春风映雪山，眼底流绿四月天。
许我在少年，白云苍狗瞬息间，光阴如水，人如凡。许我在少年，那英壮志抽刀换，独倚高楼唱歌叹。许我在少年，门前流水行云年，心起狂澜过千帆。许我在少年，星斗罗尊月半弯，怒马嗜酒走天边。许我在少年，枕戈摧剑气冲寒，心似热血昆仑关。许我在少年，云路茫茫难飞雁，前程漫漫看百川。许我在少年，千黄青苍放望眼，疆场看破万重关。许我在少年，桃李春风迎雪山，眼底流绿四月天。许我在少年，白云苍狗瞬息间，光阴如水，人如凡。谢谢。春雷出动，发生汽车，可我们干的工作和春天无关。我们不得不面对人内心的黑暗。你沉默的背影，是你无悔的逆袭。一旦这项技术被泄露，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以孤勇之名前行，未说的约定藏进衣领。把这个给境外提供涉密材料的人抓出来。你的名字消失风中故事，向里走，黄队预计写在蔚蓝的天空。回刚才那个地方。近期，国家安全机关破获共同有关部门破获多起为谋暴力间谍案件。有下面这两个证件多少？我们也检查一下。后面，我的证我们看一下。其实我叫什么不重要，大家只要记得国安警察就行了。Get out！不求被所有目光传送，只愿山河无恙如初衷。你的名字像是风中故事，这就是你们今天的作用。写在蔚蓝的天空。永远别忘了自己的初心，坚持下去，做一个忠诚的战士。
故事的小黄花，从出生那年就飘着，童年的荡秋千，谁记忆一直晃到现在。有朋友说，真讨厌，气死我了！我们这初8就开始上班了。我不知道你是老弟还是老妹儿啊？可以啦，可以了，给你放8天假，给你开8天工资，你老板的钱也不是大海潮来的啊！你8天不上班，哐哐给你开的工资，而且都初8上班。我昨天是啥呢？昨天我回丹东了，不是吗？回丹东，然后我想去什么呢？我想去那个去那个叫什么来着？去那个去一个饭店吃饭，因为我很想吃他家那个东西。因为丹东我回去就想吃那几样嘛，然后我就想去，然后结果初2不开门，初3也没开门。我寻我那个往回走那天，我吃一下吧。我给那个老板打电话，那个老板说，我们那个饭店初8上班啊。大过年了，给员工放个假吧。我说，哎，好嘞，好嘞，好嘞。一看，已经好老板。正常餐饮行业都是初2就上班了，人家这饭店都初8就可以了。老板真是不错的，好老板。人说你要正常餐饮，说句实话，这提示挺良心的。如果让一个饭店初8上班，那基本上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好老板了啊。咱不能说称之人好老板，起码人家不差这点儿。对，你初8上班有什么不满的？过2天没事，清明又放假了，清明没放2天，5一劳动节又放假了，你差不多行了。你老板也是挺遇到你这样员工也挺惨，都初8上班，放了好多天了啊，已经可以了，差不多得了。前就望着天空，我想起花瓣试着掉落，为你翘课的那一天，滑落的那一天，教室的那一天，我怎么看不有朋友说你也太资本了，我被打成了资本的标签了。我不是说哇，这个帽子戴的有点狠了，有点。我已经成资本了。我说你老板的钱也不是大海潮来，这一下我变成资本了。我想说什么呢？我很多东西是拿我自己当实例。你可能对刘宇宁不太了解，刘宇宁以前是在餐厅当厨师干服务员的。我在我的所有的厨师生涯当中就没放过假。我大年30晚上一样给人炒菜呢，大年初1一样给人做年夜饭呢，而且那个时候从来就没听说过什么叫做3倍工资，都说节假日上班是3倍工资嘛，我就从来就没有过3倍工资过。而且我后来又做服务员，做那个在餐厅给人端盘的，那时候哪有什么过年放假，我就没享受过任何的节假日，2倍工资也没有。而且你敢旷工扣你3天，我纯是被资本剥削的人啊！所以对比之下，我刚才说让你初8上班的老板已经可以了，老弟。有朋友凭什么？没有凭什么，没有凭什么，就是那个时候你不干，有的是人干。这就是社会，你没有凭什么，你天天都在问凭什么凭什么，那你就在家饿了。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好想再问一遍，你会等待还是离开？我大年30晚上搁那扒木耳呢，给人做远炸油呢，给人做锅包油呢，我天天在那拌青虾呢。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但偏偏风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还要多久我才能在你身边？等到放晴的那天，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风筝。很多行业不放假，是服务行业其实是比较辛苦的。对，服务行业基本没有什么假期。对，就是因为你休息了，那谁去饭店吃饭咋办呢？对吧？你做服务行业没办法，就是会很辛苦。服务行业其实最辛苦的，像你这种还有正常的年节假日的，其实在就是其实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了。你已经比很多人过得好了啊，对吧？对啊，交通运输行业，对吧？医疗业，对，都是得上班的啊，其实都工作很辛苦了。刚才就是对比嘛，对吧？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但故事的最后一好像。有说老大，我们客服也不放假，是都很辛苦嘛。你过年，你比如说你去京东买东西，买年货，你当时上京东了，对吧？当时是吧？买年货，当时你上京东，那些客服不得就是得服务你啊？是不是这意思？你就是网购啥的，也不得你那客服都上班了吗？还是说了拜拜。有朋友怎么还插广告？有那么明显吗？嗯，刚才我觉得很丝滑。很丝滑吧？为你翘课的那一天，滑落的那一天，教室的那一间，我怎么看不见？对啊，你看你现在你在家，我估计你看你说你上班这个朋友说，当然别，我没有特别针对你啊，我只是说用你这个话题，我针对你这个话题，不是针对你个人啊，宁哥对你本人没有意见啊，我直播内容你别太走心。你别以为我真在这怼着你怼没完了，我只是通过你这个话题去做我的直播内容啊！你别走心啊，你别到时候哭泣了啊！啊，就是刚才那个朋友是吧？你看刚刚那个朋友对吧？嗯，初八上班不爱上班，你想想你自己的父母，你爸爸妈妈啊！刚才有朋友说过年在家打扫卫生，对吧？你妈估计这两天还在家洗衣服呢，对吧？当时那个碧浪那哐哐往那个洗衣机里一倒。还给你洗衣服呢，洗你那些羽绒服，洗你那些就是小棉裤，对吧？还在家给你洗衣服呢，你说不辛苦？他们也辛苦啊！你在家跟大爷是一躺啊，初八不想上班，你最多就是这早上起来，你最多你可能就是大年初几天你都不带说用海飞丝洗个头的，你都不带说当时说哎呦在家待着我就不出门不洗头吧，你的海飞丝都省下来了。我好像在另一边，没想到失去的勇气我还留着。你会等待还是离开？这广告有点硬了，这还行吧？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意思就是，你哪怕是初八上班，朋友们，你哪怕是初八上班，你在家也不能躺得跟个咸鱼一样，你懂不懂？你不能像咸鱼在家躺得像咸鱼一样，咸鱼都不躺着，咸鱼都很忙。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但偏偏雨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
还要多久我才能在你身边？帮你妈干干活啊，干干活，对吧？就在家给家里弄得氛围好一点，对吧？就是家里有过年有一种就是团圆的气氛，对吧？就是团团圆圆，大家开开心心那种，挺好的。帮父母干点活，洗洗衣服啊，然后没事多清洁一下自己，洗洗头啥的啊。打开酷狗，给你妈放个歌，放一首刘宇宁唱的过年的歌，让家里更有过年的气氛。祝我幸福，祝你开心。新年到，新年好，又是一年春来早。你对着一句安好，我把红包准备好，你坐椅我拥抱，好久不见可还好？一口汤圆我睡觉，又是团圆的味道。恭喜恭喜你呀、我这香有礼来礼多，谁也不算见外。有朋友说你帮你妈干啥了？我帮我妈干啥了？我刚跟你们说了呀，我给我妈开个会员啊，让她看《地球多新鲜》和《开始推理》吧，都是腾讯的嘛。我给开了腾讯会员，这俩节目她一开俩都看了嘛。但是我当时回家的时候，给我妈买了很多欧蕾身体乳嘛，沐浴液啥的。我就是过年就是给她买点年货，买的欧蕾身体乳。我帮我妈干啥了？我给我妈送礼了，就是要她的开怀。恭喜恭喜你呀，没有烦恼打扰你呢，快乐一直与您同在，好运滚滚来。说一句恭喜恭喜，一定会如意如意。哦，也是说我爱着你，每一句同喜同喜，感谢我有你有你。哦，在一起是最值得欢喜的主题，是吧？所以就是还是挺好的，过年就好好休息休息，投入工作就更有激情的去工作，新的一年就会越来越好嘛。到了过年的时候，你就会更开心嘛，对吧？你可以去买点年货，又回来了，就是给家里买点年货，你也独当一面，多好，对不对？福要到，福来了，慢慢福气请接好。从我老家的门口贴到拆的堂街角，别嫌多，别嫌吵，拉开手机换电脑，今晚熬一个通宵，明天赶紧看热闹。有朋友再买点纯真酸奶，那个到期了那个。到期了。但是我这块不阻止你买啊，你喜欢你可以就是买年货去啊。恭喜恭喜你呀，我这香有礼来礼多，谁也不算见外，合照就像她的开怀。恭喜恭喜你呀，没有烦恼打扰你呢，快乐一直与您同在，好运滚滚来。说一句恭喜恭喜，一定会如意如意。我也是说我爱着你，每一句东西感谢我有你有你。哦，在一起是最值得。有朋友新代言是啥？人家品牌方没官宣呢，毛框框我在直播间跟你们说了。欢喜的主题。有朋友说宁哥接个零食的，问题是就是我想接人就给啊。啊，我说那个突然我就是发个微博，我说朋友们，我现在想接个零食代言，因为我朋友那个我们家粉丝喜欢，我家粉丝跟我说接个零食代言，谁来？我想接就能接。有朋友来个文具，然后我说那个我们家有很多朋友正在上学，他们想买一些铅笔、橡皮，就是来个文具。祝我幸福，祝你开心。
说一句恭喜恭喜，一定会如意如意。是说我爱着你，你一句东西东西，感谢我有你有你，哦在一起是最值得欢喜的主题。说一句恭喜恭喜，一定会如意如意。哦也是说我爱着你，每一句东西东西。有朋友说，我老公说让你接个啤酒。你像你老公都是得买我代言的产品支持小宁是不是啊？哥有格局，这个哥有格局。她老公说，你说你跟小宁说想让代言个啤酒啊、我纯酒蒙的，不是我那个纯一个啤酒爱好者，让他给我那个让他给代言啤酒，我支持一下小宁啊，走。我确实，你知道，确实也有啤酒找过来，但我没接。我不知道，因为我这人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不知道。打个比方，如果他真让我直播，我在直播间卖啤酒，我会想以后的场景啊，比如说我真的合作了这个品牌，我有啤酒找过来啊，然后我没接，我说这种烟酒这种的我不太接啊。因为咱家这些粉丝其实可以说大部分都是女性，我哐哐给女性卖啤酒，我说你们没事在家喝点买啤酒搁家没事喝点。你看我直播的时候小啤酒小鸭脖一弄上，你就是一个给我家粉丝整成没事喝啤酒了，还行。所以我算了吧，因为我家受众不是这个啊。很多朋友是属于那种，比如说很多朋友还是很年轻，就是可能咱家还有一些新的一些学生粉啊，什么那种年轻的粉丝啊，20来岁这种的。然后我当时一看，宁哥代言啤酒了，我支持一下他的代言吧，慌买啤酒往家。我觉得有点难受啊，所以我就算了吧啊。恭喜恭喜，一定会如意如意。哦也是说我爱着你，每一句东西东西，感谢我有你有你，哦在一起是最值得欢喜的主题。然后代言个香水你想代言你就能代言的呀，你想多了啊！而且估计我要合作个太差的香水，你们也看不上啊，你们也看不上啊，太好的人也不找我啊，就这么回事儿。然后代言奶茶，你要这么，朋友们在场，我想问一下啊，有多少朋友，我就做一个测试问答测试啊。咱家这个直播间，此时此刻，无论你是不是我粉丝，你可能走过路过，就是你平时是喝奶茶或者是喝这种饮品的，就是比如像什么那种，就是那个用杯子装那种各种什么茶颜悦色也好啊，什么蜜雪冰城也罢。像这种的，有多少朋友是这种东西喝的是比较频繁的？你在公屏上给我打一个1。有多少是基本就是2、3天喝一次，偶尔喝的，你给我打个2。绝对不喝的，你打个3。我看看这个人数，咱这个受众是多少的？我看一下。偶尔喝的还更多一些。有天天喝的啊，3的是少一些，绝对不喝是稍微少一点的，但2是稍微多一点，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啊。2就偶尔喝一下的，这种是正常的啊。有朋友你代言我就天天喝也没必要了。我当时想说，如果这么整的话，如果我的受众群里很多人喜欢喝奶茶，我自己就干个品牌。干个小宁奶茶，咱咱走这种企业家这种范儿，当时全国搞连锁，哎，你全国就是搞连锁，就弄个小店哐就给你们冲。
新年到，新年好，又是一年春来早。你对着有朋友说干起来，赔了算你的。我去当员工，你这点出息，你不当消费者，你去当员工。我开个奶茶店，你不想就消费一把，就支持一下小宁，然后当时你想去赚我钱。一句安好，我把红包准备好，你坐一我拥抱，好久不见可还好？一口汤圆或水饺，都是团圆的味道。恭喜恭喜你呀、我这乡有里兰里多，谁也不算见外，合照就是要他的开怀。恭喜恭喜你呀、没有烦恼。有朋友说给你投资，你给我俩炫富呢？我说我干个，比如说我干个全国连锁奶茶，这边说哎我要投资，你咋那么有商业头脑呢？用炫富呢？打扰你呢，快乐一直与。开玩笑啊，不干啊，不干买卖。我觉得我天生没有干买卖的这个命，算了吧。我当时不跟大家说了吗？2018年那个时候，我就是如果我当时2018年就是不出道啊、没爆火那么一下，我可能就是一个丹东饭店老板。2018年那年，我就是一个梦想，就要干一个什么呢？干一个那种就是烧烤加上有歌手唱歌那种的，就是一个地方。就比如说你吃烧烤，然后呢，每天晚上他装的有点类似像酒吧一点的，或者他也没那么酒吧。然后呢，台上有歌手唱歌，台上歌手是谁呢？就是我。我又是那种烤吧，对，有点像，就是有点像烤吧啊，像那种的音乐餐厅，有点像那个，就那个意思。我一说你们就知道，音乐串吧，对。当年就想干这个嘛。当时这天天告诉大飞阿卓，我说出去找房子去，咱们就开始企业干起来了。啊，企业干起来了。然后当时他们天天出去找房子。我之前这段那个故事，我之前直播还讲过，还有一段乐的呢啊。嗯。6000一天，对那个，我让他们出去找房子，往后到处找也找不到合适的，因为你想开一个那种串吧，你知道吗？你首先这个平米数，我也不想开太大呢，就是有一个朋友们，你们现在开店也是要注意，就是我的一个想法啊，不要开太大的，太大的话，比如说你这个一个餐厅你放了个几十桌。你只要做，哪怕你今天晚上有10桌客人，你都显得这个地方空。开饭店这个东西呢，一定讲究一个人气儿。你哪怕让他吃不上，你也别让他空的啊。咱主打一个就是人气儿，人一定得多，就是那种排队，门口一排队，大家就因为人就喜欢赶热闹嘛，对吧？所以你要开饭店别开太大的。当时我就想找一个300平左右的房子，300平到400平，最大500平，不能超过500平的一个地方。啊，我可能最多就摆个10桌，啊，最多摆个10桌，然后呢，又有地方是有歌手唱歌，我一天马上就接10桌，然后可能也会存在一些翻台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就 OK。到处找房子也找不明白，没有合适的啊。后来我就觉得这事儿不能拖了，因为我们团队干活，当时我跟他们干活，就是我们拖着这事儿就干不了了，干不行，我就必须要给他执行，我天天逼着他们出去那个什么，出去找房子。有一天早晨，我就跟大飞他发消息，我说你出去找房去。他说好嘞，丹东市也找差不多了。我说你再逛逛，你上那个丹东市最繁华那趟街去逛一逛。他说那边能不能就是比较贵呀，房租？我说那个什么，我说没事你去逛吧，你去看看。好。结果过了一会儿给我打电话，说宁儿，我找了一个房子太牛了。我说啥？他说3层在正街上。啊，3层，然后2层、3层都很空，我们可以做工作室啊。那个什么，1层就是很大一个大厅，只有2个住的，哇，特别好的一个大厅。我说多钱？他说6000一个月。我说啊，6000一个月，我算了，6000一个月，一年房租6000一个月，一年房租是多少钱？2614，72000，可以啊。6000一个月，我背一天多钱呢？一天背200块钱成本嘛，对吧？我一开门就是不算电费，房租一天200嘛，我怎么卖货也赚回来？
我就这不太好，太合适了。他给我拍了好多视频，拍了很多照片，我太合适，一个月7.2万啊，不，一年7.2万可以啊，很划算了，这么大，而且他说将近1000平呢。但是1层我可能只用1层开饭店，2层3层我做工作室，我做什么都行啊，我可以，我就去了，我一看那地方是卖鞋的。就有点像江南皮革厂倒闭了那种感觉，江南就是南方那边卖皮鞋的，在那处理呢，45一双，最后3天清仓大甩卖，最后2天，最后1天啊。我一去，我说这房子真好啊，真不错。我进去还逛了一圈，我说要不给人打电话吧？他说，我说电话在哪？给人打电话，我们把这房子租了，赶紧租呗，没了。结果我过去，他说啊，那个顶上贴的啊，6000一个月，下面有联系电话。我过去一看，1天6000。啊，1天6000，一个月18万，那1年房租就180万，和7.2万差太多了吧？也是说我爱着你，每一句东西。后来没干成吗？后来我当时打电话都准备拨过去了，后来寻思算了，我怕他一接电话那边我不骂他，他也得骂我。他说你有病吧？你有病吧？这么大房子，你想6000一个月？有你在一起是最值得欢喜的主题。差点干成了，朋友们，那个房子要是真给我，那个房子要真给我6000一个月，你们现在可能看不到我了，你们可能这辈子也不会认识我啊，我可能就是丹东商业帝国的一个烧烤店老板了。啊，可能是丹东的一个商业巨头，你们可能有机会去丹东旅游，你可能去到我那个店里去吃一个烤串，可能我那个此时此刻正在台上唱歌，正在给你送上一首《好久不见》呢。就可能像比如说现在我演唱会票很难抢，那个时候就不用抢了，你只要去那吃烧烤，来20块钱串，来5根鸡脖子啊，来点鱿鱼嘴儿，就是来两串鸡头啊，就是当时就是你就能听到我一首歌。铁道拆的长街上，别嫌多，别嫌吵，拿开手机关电脑，今晚熬一个通宵，明天赶去看热闹。恭喜恭喜你呀，我这乡有理来理多，谁也不算见外，合照就像他的开怀。可能平行宇宙里边的那个刘宇宁正在干烧烤店老板呢。恭喜你呀，没有烦恼打扰你呢，快乐一直与您同在，好运。后来就在找房子，后来就想说继续干嘛，那这个房子不合适再继续找嘛。结果在找房的过程当中火了。后来毅然决然放弃了餐饮行业，踏入了艺人这条不归路上。说一句恭喜恭喜，一定会如意。我也是说我爱着你，每一句东西，感谢我有你，在一起是最值得欢喜。有朋友是本人直播吗？不是，刘宇宁最近有点忙啊，那个我是他弟，我给他代播呢啊，我叫刘宇豆。我用我哥号直播呢，怎么事？你找刘宇宁有什么事吗？你要给我临时代言？你刚才是看到我在直播间发出邀请了，我说有临时代言来找我，我粉丝需要吃零食，他们都是小馋猫子。你是来找刘宇宁合作代言了是吗？说一句恭喜恭喜，一定会如意。我也是说我爱着你，你一句恭喜恭喜，感谢我有你，在一起是最值。刚有朋友特别逗，说那个宁哥，你来一首周深的歌呗。你这人就是，我跟周深关系很好，我俩关系非常好。但是打个比方啊，
打个比方，咱就是有的时候咱就胡思乱想一下啊，比如说周深正在直播，你哐哐进去了，你跟周深说那个你来一首刘宇宁的歌，周深肯定没有什么想法，但他家粉丝是不是就有点不开心？所以你在我这说这句话，我家粉丝能开心吗？什么意思啊？啊。的欢喜的主题，说一句恭喜恭喜，一定会如意如意。哦，也是说我爱着你，每一句东西东西，感谢我有你有你，哦，在一起是最值得欢喜的主题。说一句恭喜恭喜，一定会如意如意。哦，也是说我爱着你，每一句东西东西。感谢我有你有你，哦，在一起是最值得欢喜的主题。Happy New Year。有朋友今天听着你的歌，连做了5把桩，你别给我玩那个玄学那一套，我担不起这责任啊。你可能说听我歌打麻将做5把桩，你好像挺幸运，但有一天就打个比方，你点了5把炮，正在听我歌，你是不是得怪我？你是不是得恨上我？你绝对不会说，比如说当时你在听我歌，直接给人点5把炮，你当时肯定不会说啊，不赖宁哥，不赖宁哥，他就是我今天点背，我纯点背，跟歌没关系啊，跟歌没关系。刘宇宁还是幸运的，听了没听？你真的是啊。祝我幸福，祝你开心。新年到，新年好，又是一年春来早。你对着一句安好，我把红包准备好。你左一，我拥抱，好久不见可还好？一口汤圆我水饺，都是团圆的味道。恭喜恭喜你呀，我这香有礼篮里多，谁也不算。有朋友老大，你回家是给红包还是说收红包？我都给，我回家给那些我那些弟弟妹妹什么的，小辈儿的那种的，给他们红包啊，就是对，让他们开心过年嘛，对吧？见万合照就笑他的开怀，恭喜恭喜你呀，没有烦恼打扰你呢，快乐一。有朋友说宁哥我赢了180，我今天赢了180，你在我直播间自首啊？啊？我想问一下，咱们打麻将不都喝凉水的吗？你怎么还有这涉及到那什么呢？宁哥直接给你来一招大义灭粉，我直接报警，我说报警，我那边有人那个聚众啊，你属于自首在我这儿。只与您同在，好运滚来。说一句恭喜恭喜，一定会如意如意。哦，也是说我爱着。有朋友，那我宁哥我赢了41个脑瓜崩，你打麻将赢脑瓜崩，你也够无聊的了。你打麻将喝凉水，你也确实是没啥事儿干了。每一句东西感谢我有你有你，哦，在一起是最值得欢喜的主题。福要到，福来了，慢慢福气请接好。从我老家的门口贴到拆的长街上，拿开手机。有朋友说往脸上贴纸条，那也够无聊。别闹，今晚熬一个通宵，明天赶紧看热闹。恭喜恭喜你呀，我这香有礼篮里多，谁也不算见我。脸上画王八。你也是没啥事儿干了。
合照就像他的开怀。恭喜恭喜你！哎，我水没了，我去拿瓶水去，朋友们，你等我一下啊，我放个 VCR，我拿个水去，给你们看看这首歌的 MV 吧。当年还是我们自己拍的呢，当时之前找的我表演老师当导演，然后我们当时拍了一个 MV， 给你们看一看。当时我们自制的 MV， 当时这里边这些演员呢，里边这些演员还是用了咱家那个粉丝家的孩子。哦，有朋友吉野家，你怎么什么意思？你是宁哥抠是吗？就意思邀请粉丝家的孩子那个来给我拍 MV， 没给钱就管了一盒吉野家。吉野家什么吉野家事件？盒饭对呀，吃吉野家可以了，因为基本上怎么说呢，我请一个小演员，他家都会带一个，就是长，不可能把孩子直接扔给我了吧？啊，他妈肯定跟的吧？他妈不跟的，有的就是两口子跟的。我叫他孩子给我拍个 MV， 他爹妈都过来了，那我来了，我得管饭呢，我得啊。本来一盒吉野家是好像30多块钱，我忘了。双拼我都给买双拼最贵的啊。你看那个时候还挺傻呢，我拿水去啊。新年到，新年好，又是一年春来早。你对着一句安好，我把红包准备好。你左一，我拥抱，好久不见可还好？一口汤圆或水饺，都是团圆的味道。恭喜恭喜你呀、我这乡有里来里多，谁也不算见外，合照就像他的开怀。恭喜恭喜你呀，没有烦恼打扰你呢，快乐一直与您同在，好运回来。说一句恭喜恭喜，一定会如意如意。哦，也是说我爱着你，每一句恭喜恭喜，感谢我有你有你。哦，在一起是最值得欢喜的主题。福要到，福来了，慢慢福气情节好。从我老家的门口贴到拆的堂街角，别嫌多，别嫌吵，拿开手机关电脑，今晚熬一个通宵，明天赶紧看热闹。恭喜恭喜你呀、我这乡有里来里多，谁也不算见外，合照就像他的开怀。恭喜恭喜你呀，没有烦恼打扰你呢，快乐一直与您同在，好运回来。说一句恭喜恭喜，一定会如意如意。我也是说我爱着你，每一句恭喜恭喜，感谢我有你有你。哦，在一起是最值得欢喜的主题。哦，祝我幸福，祝你开心。说一句恭喜恭喜，一定会如意如意。哦，也是说我爱着你，每一句恭喜恭喜，感谢我有你有你。哦，在一起是最值得欢喜的主题。说一句恭喜恭喜，一定会如意如意。我也是说我爱着你，每一句恭喜恭喜，感谢我有你有你。哦，在一起是最值得欢喜的主题。说一句恭喜恭喜，一定会如意如意。我也是说我爱着你，每一句恭喜恭喜，感谢我有你有你。哦，在一起是最值得欢喜的主题。Happy New Year。
祝我幸福，祝你开心。新年到，新年好，又是一年春来早。你对着一句安好，我把红包准备好，你所以我拥抱。好久不见，可还好？一口汤圆或水饺，都是团圆的味道。恭喜恭喜你呀！我这香有礼，碗里多谁也不算见外，合照就笑他的开怀。恭喜恭喜你呀！没有烦恼打扰你呢，快乐一直与您同在，好运滚滚来。说一句恭喜恭喜，一定会如意如意。哦，也是说我爱着你，每一句恭喜恭喜，感谢我有你有你。哦，在一起是最值得欢喜的主题。福要到，福来了，慢慢福气请接好。从我老家的门口贴到拆的长街上，别嫌多，别嫌吵，拿开手机关电脑，今晚熬一个通宵，明天赶紧看热闹。恭喜恭喜你呀！我这香有礼，碗里多谁也不算见外，合照就像他的开怀。恭喜恭喜你呀！没有烦恼打扰你呢，快乐一直与您同在，好运滚滚来。说一句恭喜恭喜，一定会如意如意。我也是说我爱着你，每一句恭喜恭喜，感谢我有你有你。哦，在一起是最值得欢喜的主题。祝我幸福，祝你开心。说一句恭喜恭喜，一定会如意如意。哦，也是说我爱着你，每一句恭喜恭喜，感谢我有你有你。哦，在一起是最值得欢喜的主题。说一句恭喜恭喜，一定会如意如意。哦，也是说我爱着你，每一句恭喜恭喜，谢我有你有你。哦，在一起是最值得欢喜的主题。说一句恭喜恭喜，一定会如意如意。哦，也是说我爱着你，每一句恭喜恭喜，感谢我有你有你。哦，在一起是最值得欢喜的主题。Happy New Year。来了。不好好学习啊，后果很严重。还真是第一次看啊，这 MV 啊。记住一句话，劳动最光荣，挑大本也行，只要心不死。你看，又来一个问我有在看本子的吗？我看到这样朋友我就生气，一看就是刚才那段直播他没来啊。你说像很多朋友啊很好，你说我一开播第一时间就进来了，然后不容错过任何一个陪伴我的一个时刻啊。从开头你说开头问两句吧，他就是那种半路估计吃饱喝足了混进来了啊。那么刘姨娘，你看本子了吗？他其实也没那么关心你，他早进来了。我再回答你一遍啊，你过年放不放假？我问你，老妹儿，你过年休不休息？我不知道你上学也好，你上班也罢，你过年你休不休息？怎么是大年初五我得开始上班了呗？饭店还初8开业呢。你就是那种特别讨厌那种亲戚，比如说你现在在家正躺那个小沙发上，在这看电视呢，你
亲戚进门来，哐哐一敲门进人家门说：“哎，你咋过年没去学习呀？你在看电视什么意思？你不好好学习，你以后怎么办？挑大粪啊！你这种很讨厌的。大过年的，你亲戚来了，你给他拜年，他说你去赶紧去学习，赶紧奋斗上班，把 PPT 做起来。”很讨厌的。我一让你换位思考，你当时啊理解了啊，宁哥说的对啊，小宁好，你当时啊理解了啊，宁哥说的对啊，小宁说的有道理啊，不应该在大过年的时候问工作事儿。朋友们，过年期间不要问我任何工作上的事儿啊。有我直接掀桌，是坐走了没有？那是两个话题啊，掀桌是另一个话题啊。我刚才说，比如说你正在家里沙发上看电视，你家亲戚到你家串门来了，一进门问你说：“哎，你好，那个你怎么给看电视啊？今天正月初五，你为什么不学习呀？”你哐哐，你应该不应该掀桌？你把电视砸了，你说好，我不看了，把电视吃了。有朋友说把电视吃了，那也不至于，大过年吃电视犯不上。你就过年给电视砸了，你就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所以说朋友们，正月期间啊，不要跟我过年期间不要跟我聊工作，好不好？因为你也不想你老板在你过年期间给你打电话吧，跟你说那个先把什么项目做了。所以你也有一种就是怎么说的同理心啊，咱同理心一下。中国有句老话，识物者不是这个，中国有句老话是什么呢？没过15都是年啊，没过15都是年。所以正月15之前不要跟我聊工作啊。对不对，朋友们？过年就好好休息，咱们就讲究一个道义有道，对不对？道义有道。啊不，说这个词是过年咱就好好休息，咱们讲究的就是一个道义有道。所以我的直播真的不能错过，你得开头就进来听。你现在刚才比如说半个小时之前进来，你都不知道我说道义有道啥意思，他都不懂，他都不明白，他说什么玩意儿道义有道？怎么宁哥怎么开始演傻子了？有我怎么感觉就是怎么感觉是卡了吗？重播了？怎么没重播？朋友们是这样的，2018年的时候，我跟你说，朋友们，如果当时要没有那个事儿，当时我特别想开饭店。朋友们，你们知道什么饭店吗？就是那种烧烤啊，开那种烧烤，就是比如说卖点烤串，卖点烧烤，然后但是有歌手在里边唱歌。有歌手在里面唱歌那种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你们那我一说你们就知道是什么东西。就当时就是那个叫串儿吧，对，烤串儿，然后那种就是烤串儿，音乐串儿吧，对，刚有很懂。当时就是我当时特别想干那个东西，而且那什么呢？我那个时候就天天让那个大飞阿卓他们出去找房子呀。天天喜欢让大飞阿卓他们出去找房子，因为我这个人属于就是，如果我们那个团队属于就如果当时这事儿不干，再拖下去就可能就不干了，我们就是这样式的。所以那天有一天上午，我突然给我大飞打电话，我说你们出去给我找房子。结果过了一会儿呢，就是我在家睡觉呢，哐哐给我打电话，小宁啊，有个房子特别好，哇，3层楼特别大，6000一个月。我当时一听啊，怎么可能？说真的，你快过来看看吧。我当时说2、3层可以做工作室，1楼就是因为开饭店这个朋友们，我跟你说，很多朋友跟大家分享，饭店现在不能开太大的，你得开300。有朋友说，我猜啊，那个大飞是不是看错了？是房子6000一天？哎，你怎么知道的？我以前说过这事儿吗？
哦，你们知道啊？你们怎么知道的呀？哦，你都知道是6000一天是吧？你们穿越了，我重生了。哦，有可能。哦，你们都是重生之我在刘宇宁直播间看直播，你也没点正事儿了，你都重生了，你不干点有意义的事儿，还在刘宇宁直播间看直播。可能要睡着了分，不刷题，分海里找方向，但每份劳动都值得被分。我觉得是挺好的，就可能就是像我这种傻子啊，就是可能也就你们陪我玩吧，也就你们陪我玩吧，刚才特别逗，我刚出去拿水，然后我看了一眼电话蔡明老师给我发消息，蔡明老师估计是就不知道谁剪了个剪辑，我刚才直播的剪辑发在那个网上，然后他在那看，他以为看我直播呢，他就给我发了一个小宁什么什么，我说哎那个蔡明老师过年好啊，他说好孩子啊，看你呢。他看剪辑号以为我在直播，他在看我直播呢。有人说360行行出状元，对本县也有状元，这传讲都是理。他说宁可一人抽回来玩互相，这份骄傲不是谁都能扛，不是西路会在登陆海杂学好外本事，你在的是你爱赛的，加倍野心，但别是被逼无奈，不小心可能找大分，不努力你也要把我家风可何止有值得别人尊重，好好读书吧，选自己想走的路。나의두눈을감으면 떠오르는 그 눈동자 자꾸 가슴이 시려서 잊혀지길 바랬어 꿈이라면 이제 깨어났으면 제발 정말 네가 나의 운명인 걸까 有朋友，宁哥，你喝饮料你还不胖？你是不胖？你是不胖体质吗？没有，我这特别易胖我吸收杠杠的。但我记得我喝的饮料都是无糖的无糖饮料。Falling you 운명처럼 너를 falling 또 나를 부르네 calling 헤어나올 수 없어 제발 homie 내 인연의 끈이 넌지 기다린 네가 맞는지 有朋友说用东北话直播吗？我现在说的不是东北话吗？没见过这么过分的要求我现在说的就是东北话，我也没说普通话我说普通话会更标准一些会更加标准一些먼저 왜 내려앉는지 내 마음속 깊은 곳에 네가 사는지 내 안에 숨겨왔던 진실 有朋友说刘宇宁，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这么帅？你这种发言我就觉得不知道，你特别像我那种就是我妈的那种工友说的话，我没有别的意思不是冒犯你不是冒犯你，不是说你年纪大或怎么样，就特别像那种发言，特别像我妈那种工友说的话。你真帅，小伙真帅啊！你怎么那么帅呢？哎呀妈呀！
你说完这话，我都真的有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接。我是很帅很帅，谢谢。我说不帅啊，不帅也没意思。有朋友说林哥唱个武家坡，老大唱武家坡求求了，你给我转50块钱。来我们串儿吧，想听这个头牌歌手唱歌，那必须得花50块钱点歌。武家坡，为什么想听这个？这是什么道理？忆起当年泪不干，彩楼秋秋配良缘。平归享了红松毡，唐王靠封杜甫官。西凉国造了反，你的府上点把文餐。逼我陪挂到阵前，这咱鸳鸯天过一边。黄沙滚风烟漫，到后来我反旁嫁作在营安。那一缕冰红大雁衔罗衫，才知道三界受傲奸。我的妻，往事报传。可怜你守在寒窑，可怜你孤孤单单，苦等我血难平归，整整18年呐。我的妻，往事报传。我不该心起鼻斗，我不该口吐情言，落得个忘恩负义，宛如弃了天代。我将这18载从头说一番，方知我血平安，昼夜回家赶，只为夫妻俩还原。也是我这个不太，我之前唱过，但是唱的不太好，所以我就没再唱这个了。我可能这个，因为在这个戏腔还是要真的去练一下的啊，偶尔飙个1、2句有点味儿是能做到的，但真正你正儿八经唱，你还是差很远的啊。不行，我就别唱了啊。头牌歌手刘宇宁，我想听身骑白马。地府上点把文餐，逼我陪挂到阵前，这咱鸳鸯天过一边。黄沙滚风烟漫。到后来我反旁嫁作在。有朋友说想听左手指月，你给我出去！大过年的，你别逼我说脏话。我给你文明说一句，出去。那一缕冰红大雁衔罗衫，才知道三界受傲奸。我的妻，往事报传。可怜你守在寒窑，可怜你孤孤单单，苦等我血染平归，整整18年呐。我想听忠诚。你沉默的背影，是你无悔的内心，不用谁看见你眼底的心。同归同往什么歌？同归同往是谁的歌啊？同归同往啊，刘宇宁的歌。哦，对，我的。
千个日夜轮转，上一周定阴压长江，忽见心已滚烫，燃尽悲怆。某种这歌很难唱，这歌当时录的时候差点没给我录死啊！就是看起来它是不是那么难的一首歌，但是很难唱。千个日夜轮转，上一周定阴压长江。阴间青林尽雪浪，吞没月光。万象列阵成长，道道这痕影老闪亮。天际铺成无声的诗行，夜夜横贯鸣苍。心已滚烫，燃尽悲怆，某种星河隐苍茫。漫漫寒霜，寥寥相望，终会绚烂。梦已明亮，不曾遗忘，山河中光，为赋信仰。天地苍黄，心愿与你同归同往。千个日夜轮转，上一周定阴压长江。忽见青林尽雪浪，吞没月光。万象列阵成长，道道这痕影老闪亮。清晰铺成无声的诗行，夜夜横贯鸣苍。心已滚烫，燃尽悲怆，某种星河隐苍茫。漫漫寒霜，寥寥相望，终会绚烂。梦已明亮，不曾遗忘，山河中光，为赋信仰。天地苍黄，只愿与你同归同往。心已滚烫，燃尽悲怆，某种星河隐苍茫。漫漫寒霜，寥寥相望，终会绚烂。梦已明亮，不曾遗忘，山河中光，为赋信仰。天地苍黄，只愿与你同归同往。第一次上现场这歌啊，红尘客栈，红尘客栈。许我在上。红尘客栈我不知道今天我今天没有什么劲儿，因为我今天没吃东西，你马上出门录节目了，要减肥。我虽在岭南的枝头，却红透了天。仙劲儿飘到了长安，让人拔点。是谁为我默默的写，亘古不能言，只为能够和我的枝头相长长线。
哎，这种说唱的这种歌就得有这种声音大小的变化。这什么玩意儿？为啥没有声音呢？啊？与洗涤对坐吟唱，我也共笔画将你牢牢的记下，不为风扬。这音乐为什么变成这样了？天涯的尽头是风沙。这软件坏了吗？太好听了，是周杰伦老师唱的吗？肯定好听。红尘的故事叫牵挂，风刀隐没在寻常人家，东篱下，闲云野鹤孤船，快马在江湖里厮杀。哦，好了，我刚才调了一个模式，那个模式的原因，不好意思。
檐下窗棂斜映枝桠，与你席地对坐饮茶。我以工笔画将你牢牢的记下，提笔不畏风雅。灯下谈红霞今晚霞，我是缘分一如参参不说话，你泪如梨花洒满了纸上的天下，爱恨如血一山水画。闲书笑恩怨了谁笑，我只求今朝拥你入怀抱，红尘客栈风似刀，骤雨落宿命桥。人无令谁领风骚，我却只为你折腰。过荒村野桥，寻世外古道，远离人间尘嚣，柳絮飘逝，自知手逍遥。人无令谁领风骚，我却只为你折腰。你回眸多娇，我眼中带笑，酒席照风中潇潇，尽数笑恩怨了。你不在意的，我来自己大声不安，有点混乱，有点混乱，才发现什么是混乱。你走下了，我只能缓慢，我越来越爱，爱不爱都成为我们的负担。我想要很快的离开我的依赖。我说到点嗨起来了啊，也没有到点嗨起来了，就是就是得忍不住就要舞蹈起来，就现在就是莫名其妙，心中的这种想要舞蹈的心就完全就是控制不住，就是不知道被就是哪个时间段被激活了，突发恶疾。行了，不闹了，朋友们。你不在意的，我来自己大声不安，有点混乱，有点混乱，才发现什么是混乱。你走下了，我只能缓慢，我越来越爱，爱不爱都成。突发恶疾，行了。心已滚烫，燃尽悲怆，某种星河隐苍茫，漫漫寒霜，寥寥相望，终会绚烂。梦已明亮，不曾遗忘。当然感谢啊，今天再次感谢所有就是来看我直播的朋友们啊，然后大过年的能够来跟我一块儿，算是在过年期间见一面，然后我觉得也蛮开心的啊，谢谢各位的陪伴，包括很多朋友，刚才我也在那犯傻，然后刚才不算犯傻啊，算犯傻
但是大家都在陪着我，也蛮开心的啊，谢谢各位了。有朋友说你是我的家人呢，我说感谢各位的陪伴，他说你是我的家人呢。这句话好像万里晴空的一道闪电，不经意间就劈中了我的内心，不禁让我想起我曾经看过的一个动漫，好像那位好像那位主角大喊的那一声，不要忘了我们的羁绊呐！这一刻我觉得很热血。把江湖沉入陈年酒，醉眼望断石而重楼。袖线挑落风雪落宽处，梅花提了旧恩仇。长街绚满褪色灯笼。有朋友说宁哥考虑自己做短剧不？你什么意思？就是长剧不太适合我，你去你去干短剧吧。照见指尖檐下暗涌，马蹄卷起屋檐回首处，残碑刻满了青松。这次鲜花赠我绣，纵马踏碎琉璃球。又要破防了没有啊？短剧怎么了？短剧也可以呀，很有市场的呀。任他9万里行雄崖尽头，斩断宿命向白昼。剑河心入喉间流，抖落星辰作剑。我很喜欢短剧，我也觉得短剧的那种表演方式我很喜欢。大胆！你可知道我是刘氏集团的何人？这个时候有个反派说：“哼，我管你是何人呢！今天在这儿，如果你不给我跪下，你休想走出这个门。”好，现在还在嘴硬是吧？等我打一个电话，我让你跪下给我道歉。这个时候反派又说了：“哈哈哈哈，给你道歉。我告诉你，我就算把这个桌子拾了，我也不会给你道歉的。”这个时候突然大门被推开，进来2趟穿着黑衣服的戴着墨镜的人进来了，直接走到男主面前跪下，齐声喊了一句：“少爷。”然后这个时候反派突然看到这群黑衣人有个领头的，说：“陈经理，陈经理你怎么来了？”这个陈经理开始装上了。你不知道他是谁吗？啊，放肆！啪，一个嘴巴子。他就是我们刘氏集团的刘总。我看你是不想活了。离开仙人山，四手刀
然后这个反派开始了。这个时候反派，通常这种短剧到这个地方就需要你观看广告了。这个时候通常就需要你观看广告了，而且那个广告呢又开始让你从头演，从开始这个反派骂男主开始啊，你就看不到那个反转。明月悬宫射遨洲，天地同游。把江城斟入陈年酒，醉眼望断十二重楼。袖间飘落风雪落宽处，梅花提了旧恩仇。长街雪满褪色灯笼，照见指尖檐下暗涌。马蹄阵去孤雁回首。短剧我妈天天搁家看啊，我妈就是包括其实很多朋友觉得短剧是受众是年轻人，完全不是，其实是很多上了年纪的。你想想我那些我家里亲戚，那个什么大姨他们都70岁了，都得60、70岁了，他们天天看短剧呢。所以短剧的受众群是比较大的，他们天天看得老过瘾了，别人在看的时候，他说：“哎，这个我看过。”然后基本都是像我们的妈妈那个他们那个，对对对，喜欢看，对，短剧当然也分很多类型嘛，有些类型是那种这种反转的，有一些是那种的。我现在看的比较多的是那种的，就是动画那种的啊。在世界末日的前一周，我突然觉醒了超能力，因为在世界毁灭之前，我们吃下的最后一个动物，在那一刻就会拥有它的能力。我上一辈子吃了一头猪，所以我变成了一个非常无用的人。但这一世我重生了，我要找到那个最凶猛的动物。然后还有就是在世界末日的前一周，身上有纹身的人就可以拥有那个纹身的力量。于是我就跟我的父亲还有我们家我还有我的爷爷，让他们跟我去纹身。他们听到这句话，当即要给我逐出家门，因为我们家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个人纹过身。但是我跟他们说，还有1周的时间就会世界毁灭，你身上纹了什么东西，就可以拥有什么能力。你们看过这种吗？纹身这个我还真看过，我当时刷到过了啊。纵马踏碎琉璃球，任他就完。有朋友说纹个左青龙右白虎，你在那个如果那个时候你真不够打的。你左青龙右白虎，我在后背纹个原子弹。一心雄压尽头，斩断宿命向白昼。天河心如后涧流，抖落星辰作坚守。有朋友说，你看说点正经的吧。有朋友你看他好像很多朋友觉得我刚才说那些东西他不太爱听，他马上给我打断我，他给我另起一个话题啊。那个行了，别说了。那个老大，那个开推什么时候开始录啊？什么意思？你觉得我刚才那个话题很肤浅吗？啊，我都说了，正月15之前不要跟我聊工作。你也放假，我也得放个假，好不好？我就好像你有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你在家，比如说放假休息，你亲戚到你家串门，天天问你几号上班啊？你怎么还不上班？你几号上班？你本来想休息几天，你又一想到要上班了，你不多难受啊？离开前人山色，找到丰收。明月悬宫射遨洲，扫兴。天地同游。
你不上班？行了。有会儿很多短剧用你的 OST， 我看到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剧本杀那个啊？我不仅看那个短剧里有用我 OST 的，我看还有纯模仿9万字那个，包括穿的都跟我跟那个张靓颖一样，在短剧里。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剧本杀啊！你们看没看过那个有一个剧本杀特别逗，就这个歌。怎么转身又是一阵心痛。然后有一个女的，就是我看那个剧本杀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好像是就是它里边有扮演角色嘛，然后一个女的拿着鞭子抽里边的一个角色，然后让那个剧本杀的参加的那个人就是那种心疼入戏的嘛啊，然后他就放这个歌，然后他就拿着鞭子是这样的。明明他拿的鞭子是这样的，比如这个啊，这样。怎么转身又是一阵心痛，只好攥紧双手，任泪河流。你说往前走，往前走。卡点儿。你们看过那个视频吗？那个给我乐的，给我乐懵了。给我乐懵了，那个就是穿的古装，拿着鞭子卡点儿，一边放 BGM 一边抽鞭子。还有，我看到有一个用那个，就是有一个那种，比如说像什么那种剧本杀里边那种角色，两个人相爱了，然后呢，在一个那种小灯光下面，头上盖个纱，放这首歌。雨色照山野，坠落间缠绵，绕乱心几圈。三烟云漫过彼此相交的视线，呼吸缱绻，羽化一段线，串联过尘缘，绕你我几遍。偶然似注定，很好用，这些歌都很好用啊，很好用。行吧，差不多了，朋友们。如果此时此刻你还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谢谢各位啦。那也感谢今天所有好朋友的陪伴和支持呢，在这里呢也祝各位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有朋友说你放你歌不涉及版权吗？我有朋友们，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因为我唱的所有的 OST，都是一锤子买卖。基本上我所有的 OST 都是一锤子买卖，就是他一次性给我一部分唱酬。也就给我一部分钱，唱的那个酬劳，然后呢，那个歌的版权呢，不在我手上，不在我身上。如果我要唱那个歌，我还得跟那个版权公司申请。我说你好，我想唱一下，求你了，我都是这种的。所以呢，基本我们现在我的合作模式就是这种的啊。所以如果就算侵权，
那也是那个音乐公司去告他们，跟我没什么关系啊，懂吗？是这样的啊。四月天，许我在少年，白云苍狗瞬息间，光阴如水，人如帆。行吧，那在这里也祝各位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这一夜有你们真好，愿你们这夜过得愉快。那就朋友们就再会了。我可能当然说这个话肯定会让你们就是转身一阵心痛。怎么转身又是一阵心痛？我马上出门录节目了啊！录节目这个入门，出门录节目，录节目去啊！完了录完之后，刚刚有朋友不问了吗？问说什么时候录开推啊？我马上我出国去录那个地球超新鲜，录完之后回来我就开始录开推了，所以基本是连着的啊。可能直播的时间会相对少一点，然后当然我也会抽空尽量给各位播，好不好？那也感谢各位的陪伴了，那也谢谢你们的支持。此时此刻还没有点我关注的朋友，点点关注，然后也希望你们一块跟我度过了哪怕几个小时快乐的时光，我也是很荣幸的。谢谢各位啦，那就再会了，晚安各位了。我来不及大声不安，有点混乱，有点混乱，才发现什么是混乱。你的善良，你们怎么一点都不嗨？你们为什么一点都不嗨？你等会儿，我得把特效开一开，要不你们觉得我就是有点没有氛围感。聚光灯金闪，看看这是什么？啊，这不行，这有点土。来一个那种特别有氛围的那种特效。没有。这个好，这个好像还行。行，来。你不在云端，我来不及大声不安，有点混乱，有点混乱，才发现什么是混乱。你的善良，我只能喊爱，我越来越爱，爱不爱都成为我们的负担。我想要痛快的离开我的依赖。拜拜各位，拜拜了各位。你不在云端，我来不及大声不安，有点混乱，有点混乱，才发现什么是混乱。你的善良，我只能喊爱，我越来越